生，我有病。症状有哪些？说说。家里养了8年的母鸡昨夜说，堂妹的未婚夫偷看我妈洗澡，让我快点下乡避难。除了母鸡说话，还有别的症状吗？有，我妈总指着鼻子骂我，说我跟我爸一个逼样，如果他有儿子，绝对遗传他的优秀血脉。我就给他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让他跟我爸生儿子啊，然后把我爸踢了，和儿子再生个儿子，继承他全部的优秀血脉。说完他就尖叫，骂我神经病，让我来咱们科室看病。现在试试你的认知障碍有没有问题。我问你答。有一天你在上厕所时发现没带纸，口袋里有一张大团结和一张全家福，请问你会怎么解决？这种问题还用思考吗？看来我对家人的思念要泛黄了。小同志，家人给你报名下乡了吧？你这不是病，是怨念，不用吃药，和家里人说开就好。回去吧，年轻人要响应组织号召，广大农村大有作为。离开诊室的阮羡羡百思不得其解，他说的都是真的。从2天前开始，家里人都在骂他有病，可专业的医生又说他没病，到底听谁的呢？等阮羡羡走到诊室门口，却看到一位婶儿跪着哭着往医生手里塞毛票。可他没钱，多年存下的零花钱今早从黑市消费一空，连最后的2毛钱都拿来挂号了。他该用什么贿赂医生？对啊，贿赂不仅是塞钱，他还可以通过劳动获得。于是下班的徐大夫就看见阮小鱼脚边放着一盆水，手里拿着小刷子，吭哧吭哧蹲那给他刷自行车。请住手，那是车链子，不能刷。救命！他真的很需要神经病诊断书啊！没错，他是2天前穿回来的，脑子是听到母鸡开口说话后彻底坏了的。潜意识他相信父母亲缘，兢兢业业替堂妹下乡建设广大农村，回城返乡后接盘了堂妹不要的未婚夫。后来他为救堂妹，看着他的双腿被货车碾过，眼也不眨，然后变成了异世界孤儿，开启了一段10几年的荒诞人生。最后拿着抠抠索索攒下来的钱给老佛上供一只烧鸡，因为左脚先迈出大地被雷劈大。又重生回到阮堂妹，想逃婚下乡，却又半路反悔。父母叔伯逼他顶替的大型批又爱现场。之后他发现，自从得了神经病后，他的精神好多了。就是他，不仅跟踪还骚扰我。同志，我现在相信他有精神病了。你们评评理，有谁大半夜蹲人家家门口玩煤球的吗？我没玩煤球，看你家炉子火快灭了，好心添点煤渣。同志，你听见了？先要拆我车链子，又捣鼓炉子，这谁受得了？我要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与教育。同志，我要举报这个人利用职务之便跟拐子合作，用病情诊断书为诱饵，多次将适龄女同志设计拐卖，情节恶劣，罪不容诛，抓他！放屁！我不过是拒绝帮你伪造病况，你们别拦，让我过去跟他理论。小同志，你可要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指认徐峰是人贩子，有什么证据？阮羡羡于是就把自己有一个同学被家里顶替哥哥报名下乡，找到徐医生想伪造证明，结果失踪被认定逃跑的事儿说了。上辈子当得知自己要替堂妹下乡，他也找到徐医生想伪造病情。那时候的青涩的他，最后被人看穿，被骗到城外，险些迈进深山。至于嘴里的那个同学，故事半真半假，有用就行。还有哦，今天问诊的时候，他见我穿的不错，又用全家福试探，可能看出我的家世还好，加上真有病，才放弃对我下手。事后我就跟在他后面，亲眼看到徐医生和人贩子碰头。撒谎，他撒谎，我今天压根没跟那帮人碰头。哦，炸你的！这下不用再说，徐峰很快被控制，重重压力下，很快就露馅坦白了。从公安局出来，阮羡羡拿着局里奖励的50块，脚下生风，几个弯拐回医院家属院附近，找到事先藏在杂物棚里属于徐医生的自行车，无主之物归他了。还知道回家，18岁的姑娘大半夜在街上浪，但凡你有宝珠半分贴心，罢了，烂泥扶不上墙。明天抓早把工农兵大学名额转为你堂妹，你这样式的上了学参加了工作，也是给组织拖后腿，还不如让给有需要的人。听到我说话没有回答？看招！你的名字已经报上去，下乡是既定事实，闹这一出想要什么？大学名额给这智障可以，但是得加钱。爷爷，我也可以主动放弃，请学校则更优人选推荐，你要试试吗？多少？500。钱不钱的不重要，他必须知道老逼灯把钱藏在哪儿，方便走实一锅端。好，不过是帮你堂妹下乡。宝珠从小身体不好，都是一家人，你怎么变成这样？当年打鬼子时嘎了那么多同胞，都是战友，您怎么不替他们去嘎一嘎？看不惯，你可以骂我父母，我都这样了，他们能是什么好东西？你都要下乡了，脖子上不是有枚玉佩，带去不安全，交给宝珠替你保管。好啊，想要拿堂妹身上的来换，你们自己考虑。过时不候，我回屋睡觉了。
玉佩已经是他们提的第2次了，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好被觊觎？欢迎绑定，我在发家致富系统中很想你。你有什么用？你好，宿主，我是发家致富系统，在这里您可以用钱买到任何。可以买命吗？这个算什么？只要有钱，您可以买到寿命，买到健康，还可以买到灵泉和空间哟。哦，灵泉空间想来不便宜。我不信你说的，那什么灵泉来一桶试试先？灵泉有，得花钱。多少钱？50块钱10毫升，保您物超所值，喝完保你身体嘎嘎棒。阮羡羡很有理由怀疑系统探测到他身上有50块，所以喊价50。5分，行就行，不行算了。这灵泉我也不是非喝不可。我送了你10毫升灵泉，免费，钱你留着买棺材吧。阮羡羡觉得系统挺贴心，知道帮主人省棺材本，一口把几滴灵泉喝完，不由回想起上辈子玉佩被堂妹拿了，他被迫下乡回城才得知，年过60晋升无望的爷爷，一跃从旅长成为师长，到他嘎前，家里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团宠堂妹更是嫁给了最年轻的首长，小日子那是过得风生水起。反观自己，到了异世界还要被院长脱偶辍学供养孤儿院。事实证明，重生不会长脑子，可自打他精神出了问题后，整个人就像打通任督二脉，开窍了。500，他怎么干？我就说该生个儿子，女儿都是赔钱货，除了我们宝珠。二哥二嫂别这样，都怪宝珠那孩子娇气惹的祸，要不还是让他自己下乡吧，自己惹的祸自己承担。娇气怎么了？娇气也是我宠的，你有意见？这钱给也就给了，想法拿回来就是，但他想要宝珠的玉佩，那绝不可能。宝珠该多伤心！早上我就让那嘎丫头把玉佩交出来，不像话！血亲的姐妹帮她保管几样东西怎么了？防止她在下乡前闹幺蛾子。宝珠的玉佩先借她带几天，老二媳妇这2天找机会拿回来。系统有没有能隐身的药剂？可以有，50块。可以，等我凑够100块开通商城后，隐身药剂一旦低于50，再在你身上花1分钱，我就自打。10块行了吧？等到众人离开，阮羡羡服用隐身药剂，紧随老爷子来到书房，盯着老爷子转动墙上的画像，摸出一个盒子，从中数了500，起身将暗格恢复原样。直到老爷子离开，阮羡羡将暗格打开，先摸出了盒子，拿走里面全部的钱。系统，商城能开了吗？我要买空间。检测到宿主资产超过100，一级商城为您开启，选择您心仪的空间吧。储物袋1000元，空间借5000元，成长型5立方空间500元。成长型5立方空间500元，这个合理吗？合理的，以后宿主可以1立方10立方往空间里增加面积，有朝一日打造成有山有水有灵泉的世外桃源。这饼怎么有点香？就要这个了。等到空间就位，意念一动，他把暗格里面的5口箱子全收了。商城买了迷药，迷倒众人后，小手随意一挥，全部好东西都收入空间。期间还顺手在他亲爸手上划拉个口子。最后在系统的提示下，把睡嘎了的小叔小婶拉到屋外，把他们的床拆掉，找到了藏在床中的金条。这一趟收获颇丰。是不是你极恨顶替堂妹下乡，偷了家里的东西？你这手脚不干净的毛病也不知随了谁。小婶儿，脑子清醒了吗？放开我，有话好好说。你说的，下次学不会好好说话，我就喂你好好吃屎。家里出那么大的事，姐姐还要往外跑，外面有什么人？还是说有什么东西让她非去不可呀？老二，你这混账不要脸的赔钱货，是不是联合了外面的野男人偷了家里的东西？动活一事，阮羡羡才明白一个道理：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越想越气。不在沉默，就在沉默中变态。爷爷再次提出替堂妹下乡，先把你家搬光，再搅乱内部矛盾。你阮羡羡哪里学来的下三滥？这次阮羡羡没有躲，一把抓住他爹扇来的巴掌。消气，我不是故意的。爸呀，你这手上怎么还有擦伤？什么时候弄的？天知道这伤怎么弄的，一早醒来就有了。给你小婶儿和宝珠道歉，今天哪儿也不许去。那可不行，我去报公安。爷爷昨天答应的500块还没给，你们丢的只是钱，衣衫不整的小婶儿丢的可是清白啊！这贼好大的胆子，都敢偷到军属大院中来，这要是敌特，爷爷岂不是危险了？阮羡羡的话提醒了老爷子，这里是军属大院，谁敢谁有那个本事进来偷东西，除非
家贼！报什么公安？谁让你报公安了？我阮家丢不起这人，回来！丢人事小，丢失财物数额，无法上报，怕被公安瞧出端倪，把事情闹大。而且看老二那样，肯定是他偷了。那答应我的钱呢？拿来，我要出去置办下乡物资。对上他一脸不给我钱就要报公安的表情，憋屈至极的老爷子拿出这个家最后的500块。好的很，你可真是老夫的好孙您呐！出了院门的线线，亲耳听见家里一瞬间爆发的大战。今晚是爷爷大寿，堂姐可别玩太晚回来，错过爷爷生日。请好吧您，给爷爷取完礼物就回来。他怎么不上当了？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钱拿回来，让你去最艰苦的北大荒，夏天累嘎，冬天冻嘎。昨天晚上的梦这么真实，玉佩和工农兵大学名额，我势在必得。妹子，你要甲肝病人的尿液做什么？五爷，过界了。你要的古董钟也找到了，看看核心异不？阮线线离那大钟8丈远，听说以前外国人在制作表盘时会用镭加入到颜料中，而镭具有极大的辐射，辐不辐射的不要紧，关键今天是爷爷生日，他一定要向长辈献上自己的心意和祝福。同志，别怪我没提醒你，这玩意有些邪门。换给我的那小子说，他的历代主人都嘎了，嘎了就好。我是说，我那位朋友就喜欢带有故事的老物件，我还想买一些茶缸、脸盆、饭盒啥的。吴爷有货吗？钱只有花出去的才算自己的。有钱的阮线线并不打算再将就，听到报价，他摇了摇头。钱就算了，五爷，我要的加上钟和尿，拿一辆9×9的全新自行车换，怎么样？对了，还要一张有医院盖章、假的精神病诊断伪造书。花钱是不可能花钱，他有这么多票。想花钱为什么不去供销社？这么多东西，拿辆车链子都上锈了的2手自行车换值。女同志不去干倒爷真是屈才了。承让承让。最后阮线线这货占便宜没够，压了一沓用不上的票在这，约定好车2天后再抵。骑着车拐进偏僻巷道，东西空间一根，跟系统定制一块一模一样的玉佩，忍着恶心把玉佩泡进了尿液罐里。校长，我可以把大学名额转让吗？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于是阮线线就把爷爷逼迫，父母给自己报名代替堂妹下乡的事，没有隐瞒的说了。打他！留在家里，迟早要被拿来联姻，下乡挺好的。校长虽然心疼，却尊重了他的做法，而且这个大学名额也是当初校长感念阮线线的救命之恩给他的。名额理论上不能转让，但如果你们私下谈妥，我这边换个名字推荐也好操作，前提是政审没有问题的人。你等我一会，正好我老友的孙女也面临下乡，正在到处买工作，换成去上大学也是一样的。一会儿后，校长领着一名妇女回来了，两人一商量，阮线线收获800元，还有一些其他票。等离开教师家属楼，阮线线蹬着车来到知青办。同志你好，我叫阮宝珠，准备去大西北下乡建设农村。你堂姐已经报名去了黑省，姐妹怎么不去一处，互相还能有个照应？是的，我们姐妹一人北大荒，一人大西北，携手为人民服务，共建美好新农村。闻言，那大姨肃然起敬，啪的一声盖好戳子，拿到了250块的下乡补助。果然是祖国最艰苦的地方，下乡补助都比黑省翻倍还有余。凭借爷爷对阮宝珠的疼爱程度，1万个不可能叫他下乡，要么豁出老脸动用人脉关系，要么再从孙辈中找一人顶替，最不济送人去半年，找个工作托关系回城。但这些是老逼灯要心烦的事，和薅羊毛的我有什么关系？爷爷，孙女儿来给您送终了。重回1974年，为了向爷爷表达孝义，我掏空全家家底给他送了座古董钟。爷爷，孙女儿来给您送终了。把他给老头子轰出去。可是这口钟已经送走3代主人，是切切实实的老物件啊。识货的老爷子到底没说什么，在看钟和看人来回切换，险些把自己气绝过去。上桌开饭吧。有了当家人发话，一家子人呼啦啦上桌。线线啦，这样大姑可要说你了，不过是替自家姐妹下乡，推3阻4还闹事儿，也太不懂事了。债我干什么？我哪点说错了？爸这是心里有线线。爸如果当初找的是我，咱家女儿甜甜义不容辞。哦，是吗？大姑可不要忘记自己今天说过的话。爸，线线年纪也不小了，您让她下乡，亲事怎么办？哦，怎么？你有合适人选？还不是我领导的儿子，跟咱线线是同学，上学时候就瞧上了。这不，领导找我想给2个孩子相看相看，男方名字叫朱伟茂，都在一个学校，你们见过吧？大姑。
小闺女在革委会工作，嘴里是灵的小伙子应该是朱主任的儿子。强势的革委会日渐衰败，手里好东西确实不少。我虽然更中意把他高价为领导家中后裔，只是这货没有半分大家子女的礼仪教养。要是能嫁进革委会主任家，倒也般配。等先谈着带下乡沉淀个1-2年回来完婚正好。那就趁着最近有空相看吧，合适先把婚定了，别等从乡下回来人老珠黄，普通小兵都看不上。什么爷爷，您这么大岁数还要相看，再娶就是第3任奶奶了，合适吗？混账！饭桌上气氛诡异到极致，他爹卡着张逼脸，闷头扒饭，被怀疑没了贞洁的小婶跟小叔之间至少隔着1个人的距离，一个糟老头气得哇哇大叫，气氛正僵持，刚过来的阮宝珠指着阮倩倩带回来的日用品惊呼：堂姐，这些是给爷爷的生日礼物吗？不，那口中才是。堂姐，你让我帮忙保管那枚玉佩呢？这么多人瞧着，是他让自己帮他保管的，将来丢了碎了可不能怪我哦。而且凭我对他的了解，当着众人的面，他绝不好意思否定，更说不出要自己那枚玉佩的话。哦，什么保管？什么玉佩？别承认，就说自个的玉佩今早一道丢了，大丫头还能逼他无中生有不成？奈何情急的阮宝珠并没有读懂爷爷的暗示。你答应了爷爷和我交换，怎么翻脸不认账？你说清楚点，张嘴就是保管，这强盗行为也不知随了谁。交换物呢？拿来。阮宝珠委委屈屈的目光看向他眼。对，得到梦见过多次，心心念念的玉佩，阮宝珠如获至宝。阮倩倩，你个毒妇，把我玉佩抛尿桶里了！没有的事儿，谁好人家的玉佩会放进尿桶里？堂妹，你怎么有如此变态的想法？玉坠我天天带着，你闻闻是不是这木盒子的味儿？我听说胡桃木有酸味，没准是盒子染上的。恰逢这时，阮宝珠的未婚夫陆毅过来。小陆来了，快进来坐。来前也不打一声招呼，今个咱爷俩好好喝一杯。也就你这孩子还记得老头子我的生日？哪里的话，但凡您放出消息，不知多少人赶着给您庆生呢。这马屁老爷子爱听。单姨，麻烦您把这鱼弄了添道菜。竟然是长江3鲜之首的石鱼，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了啊！我来给您打下手。这鱼从南方一路冷冻过来，取货耽误了点时间，所以才来晚了。小陆，你是客人，做饭的事交给你单姨就可以。切，别管，让他去，以后指不定就是一家人。真当我看不出，陆毅每次假借给我送礼物的名义，最用心的那份永远是给二婶准备的。阮宝珠看着走进厨房的陆毅，再看看阮倩倩，想到他手里握着的500块，如果不乱花，到乡下岂不是吃香喝辣？梦里的声音指引他，只有这个堂姐过得越凄惨，自己才越幸福。于是他趁没人注意，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拆开一包给公猪配种的兽用催情散。堂姐也累一天了，我帮你盛饭吧。阮倩倩没阻止，心里却呼叫系统：系统，帮我监视这个堂妹。监视可以，得加钱。真是掉钱眼子里了，以阮宝珠的手段，左不过吐了痰，要不就是加了脏东西，我还用花钱来对付他。接过饭，悄悄把饭和空间里面的大米饭换了换，端起碗狂炫，接着拿起桌子上长辈空了的碗，笑着去厨房添饭，拿出那碗2米饭，分别添加进堂妹和陆毅的碗中，哼着歌，拿出玻璃瓶中那罐尿，吨吨吨的倒入饭锅中，一人分了点，加量不加价，就让这烂到根里的一家彻底腐烂发臭吧。陆哥哥，外面天黑了，你喝了酒，上楼休息一会儿再离开。是啊，小陆难得有时间过来，上楼跟宝珠说说话也好。话已至此，陆毅抿唇点头。堂姐，可以过来帮我一把吗？看看两人脸上不正常的潮红，阮倩倩大概猜出饭中加了什么料。好啊。堂妹耍心机，想给我喂下公猪福音，我反手就把这个小可爱锁进房里，就让他们牢牢锁嘎吧。说说怎么回事？你说能是怎么回事？看2个孩子半天不下来，我就去给他们送杯水，结果就看到，爸，不是我说，宝珠小年纪怎就学的爬床手段，传出去叫我阮家名声往哪里搁？我没有，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该躺在那里面对全家人唾弃，逼着骂名嫁给陆毅蹉跎一生的人，明明该是阮倩倩啊！是他，一定是他嫉恨替我下乡，在我和陆毅的饭事中下了情药。爷爷，打嘎这个贱人，我没脸活了。的确是阮倩倩把我们扶到房间后，不知用了什么手段。阮老爷子，请您给我个交代。畜生，老夫打嘎你！我阮家没有你这种丧心病狂的女儿。站住！你干什么？害我清白不够，还想嘎人吗？阮宝珠，你又毒又坏，早想摆脱与陆毅的婚约，妄图通过下药让我接盘你的未婚夫，怎么样？自食恶果的滋味好受吗？
这个小可爱怎么知道的？哼，管管你闺女，不然爸要怎么看你？可不能让这臭丫头再说出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了。还有你，软太，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不顾亲生母亲干活，为了事业，为了前途，跟这个老逼头子沆瀣一气，曲意逢迎，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母亲吗？当年阮抗日一走多年未归，爷乃把失去儿子的气发泄在他和母亲身上。从那时候，他就知道母亲护不住自己，想出人头地，只有仰仗凯旋而归的父亲。被自己女儿当众揭开往事，他只觉难堪。够了，下毒恶意毒害军人，阮县县，你的行为下半生可以到农场度过了。就你，别辱没军人了，喜欢觊觎自己未婚妻的二婶，心思下流，阴暗无耻。除了我妈，你是不是还觊觎着所有长辈的妻子？胡说八道，真是跟你那个不要脸，成日混在男人堆里的奶奶一模一样，连自己的亲妈都诬陷。妈，以为你那点不为外人道的小心思，真就没人知道。明明看到陆毅就站在窗外，偏要搔首弄姿的洗澡，摸脖子、翘臀、擦后背，啧，那个手啊！够了，还认我这个妈你就住口！羡羡，妈承认对你关心少了，你竟然这样恨我吗？单同志，大院里多少双眼睛，真以为没人知道？你当阮宝珠为什么给我下药？为什么急于摆脱陆毅？宝珠，说话，告诉你亲爱的爷爷。爷爷，知道我为什么要退婚了吧？20耳陆毅，你们真下降。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这个家烂了，烂到根里。大姑跟被你拆散的青梅竹马藕断丝连。大姑父有空最好查查甜甜表妹的血型。小姑不用我说，爷爷也知道，纪委会出了名的烂货。而你阮抗日，这个家里最大最臭的破鞋。不喜欢大家闺秀的奶奶，跑去战场跟热情奔放的小护士无媒苟合，上不孝父母，下不养妻儿，养出来一家子肮脏龌龊的臭鱼烂虾。奶奶下放就是你阮抗日举报的吧？你可真令我恶心。老二，抓住他给我打，生嘎不论，今天的事一定不能传出去，抓住他给我关起来。小妹联系朱主任，也不用下乡了，扯证，这2日就去和朱家扯证。跟朱家扯证，你老是真不怕上头清算时把阮家连坐？嘎丫头怎会对时局这么了解？跟朱家结亲，只要不同流合污，被连坐不至于，最好能让嘎丫头早日怀上朱家血脉。真到了清算前离婚，朱家为了保住血脉，只能将多年所得交给我，这是一桩稳赚不赔的交易。一瞬间，老爷子把利弊想得清楚，对他二儿子使了个眼色。疯了，亲爹的腿都敢敲，把他给我抓起来打！救命啊！阮家赶人灭口了！重回70年代，爷爷仗着长辈身份逼我替堂妹下乡，反手我就找上爷爷的上司，好好聊一聊。阮抗日，到怎么回事？说清楚。磨磨唧唧什么呢？回答。爷爷，你不想说，可以我来说。今天我爷爷过生日，堂妹和未婚夫喝多了，情不自禁尝了禁果。事后，堂妹指证是我给他们下药，爷爷乃至全家相信了，想把我送给革委会朱主任家贪财好色、一事无成的蠢儿子，既能捞一笔彩礼，同时又能推出替打鬼，消除陆家怒火，一举双得。他明白吕爷爷的意思，想逼阮抗日说点什么，不坏他名声。可活了3辈子的阮县现在一名声吗？住嘴！单女士，你说呢？对上女儿似笑非笑的目光，那眼神仿佛在说否认。敢否认，别管有没有人相信，我就揭发你勾引陆毅。是的呀，爸爸年纪大了糊涂，纵容宝珠做了坏事。大姑小姑又怎么说？真相已经在丈夫面前揭开，阮大姑只想破口大骂，阮小姑却回避着她的眼神。是啊，我就随口一提领导那儿子，没想到办上心了。我晕！岂有此理！羡羡，爷爷帮你报公安。羡羡，爷爷知道误会你了，有什么我们不能关起门来一家人慢慢说，非让别人看了笑话。快回家来！谢谢爷爷奶奶了，有你们镇场，相信我爷爷能短暂恢复理智，好好说话。你们回吧，放心，我能解决好。爷爷，需要我报公安抓自己吗？要知道，那脏药可是您最宠爱，也最像您，又蠢又坏的亲亲孙女下在我碗里，我也只是将碗调包，知道您肯定不相信，所以咱麻烦点，请公安来断个究竟，怎么样？威胁，赤裸裸的威胁，就差明说丑事这么多，报公安抓你全家哦。羡羡，你也性软，打断骨头连着筋，刚才是爷爷没想明白，让你受了委屈，要什么补偿直说吧。聪明，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首先，我要全家签字接到盖章的切结书，登报与阮家断绝关系。我怕雷劈阮家的时候误伤自己。不行，断绝关系还怎么用他联姻？
这货看谁不顺眼，把他送去祸害谁家，保准闹得鸡飞狗跳。您不同意，小姑工作不要了。单女士和陆毅阮宝珠的三角恋，陆家知道后也没有关系吗？你敢，世道不太平，担心女同志独自走在外面，遇见劫财劫色的网咖，可怪不得别人。系统录下来了吗？录下来了，录下来了。宿主放心，可以随时导入磁带。网嘎的人怪不得别人，相信他嘎钱也能拉2个同归于尽。不可理喻，阮老爷子这种人留在家里也是祸患。他竟然自请出族，阮老爷子何不大发善心成全了他？陆毅不敢赌，不仅忌惮爷爷知道后大怒，更怕消息传到部队前途尽毁。就是爸爸，这么没有人理纲常的孩子不要也罢，就把他赶出去。我倒要看看，失去阮家庇护，某些人是不是只能嫁给臭种地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地里刨食，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有呢，多谢小姑提醒，为了上顿有余下顿吃肉，除了窃结书，阮家和陆家就一人再给我5000块钱。你想钱想疯了，5000块怎么不去抢？有，没过门就知道帮夫家省钱，陆毅哥哥好福气。一声哥哥好福气，把陆毅恶心的不轻，阮宝珠更是哇的一声哭出来。这钱我给，陆阮2家婚约就此解除。对，退婚，再等我爸我妈离婚后，陆哥哥就能娶到心心念念的老阿姨了。他休想！宝珠别闹！刚想继续说点什么，阮线线已经起身。明早看不到钱和窃结书我就报公安，证据还在不在不重要，真相公道也不重要。不高兴我就把你们肮脏丑恶的嘴脸暴露在阳光下。阮爷爷，您是聪明人，知道该如何抉择。等路过阮太的时候，阮线线脚步一顿，过得比鬼惨，怨气比鬼重，到头来图什么呢？直到房门关上，众人如释重负。小陆，明天我到你家里跟老领导谈谈你和宝珠的婚事。我不要嫁他。够了，清白都给了人家，不嫁他你还想嫁谁？事情已经闹到人尽皆知，不扯证，你们想替阴阳头游街吗？结婚便结婚，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后悔。那只母鸡呢？你是母鸡，你全家都是母鸡，眼睛不要可野挖了喂鹅。说谁是鸡呢？他没病，因为鸡不说话；他病了，因为说话的是鹅。前2天就是你提醒陆毅偷看我妈洗澡了，真不是母鸡。我记得家里没养鹅，倒是有只8年的老母鸡，还是我喂大的。傻子，母鸡早让你堂妹炖了熬汤，小爷才不是。阮线线想了想，这只大鹅早年是大院里姓赵的爷养的，赵爷爷病逝后没人养，他就被放养在大院，谁家有烂菜叶子喂一口，自己长大。那么我是只能听见你说话，还是所有鬼话都能听懂？傻样，你问爷，爷问谁？大黑鹅扭扭屁股要走，阮线线一把抓住鹅尾巴，喂，能不能别走？你别走，我养你啊！立马服下一瓶隐身药剂，出后窗，动作快捷地跳上了自行车后座，骑着阮抗日，忽然只觉后座一沉，回头却什么都没有，只能拼命蹬车。心里有鬼，下不嘎，你个老逼灯！怪不得找不到阮家钱财的大头，原来都被老逼灯藏在祖坟里，可真会藏呢。见他一时半会儿出不来，阮线线回手去鼓捣车链子，确保老逼灯其不远，一时半会又走不了。来都来了，怎么也要把他带回去不是？等老逼灯离开墓室，阮线线故技重施，把墓室里的所有箱子尽收空间，时间卡得刚刚好，正巧赶上修好车链，骑车要走的阮抗日，二话不说，一屁股撵上车座。等快到家，阮线线突然跳车，一道劲风与老爷子擦肩而过，恐怖又空灵的笑声也传入老爷子耳中。终于到家了。在全家把老头送进医院，确诊为中风偏瘫，跟断腿的阮太住进同一间病房的时候，睡醒一觉的阮线现在拆盲盒。哇！恭喜宿主，这些破烂怎么卖了？大约可以买个灵泉空间雏形。晦气！逗你娃，谢谢了，躺平算什么？你不想拥有健康的体魄、无尽的力量、过目不忘的头脑？停，又推销什么？直说吧。嘿，初级灵泉限时降价，宿主要不要多买一些，初步改善体质，方便适应下乡生活？别说，你还真别说，上次喝过灵泉，阮线线明显感觉力量大了一些，于是他买了10瓶灵泉水，又买了10立方空间，喝完1瓶灵泉水，对身体更能打了。想到明天的火车下乡，他也该出门置办物资了，毕竟家里该搜刮的已经搜刮完了。请问，一个看起来就不像好人，还爱拉裤子的老人住在哪间病房？你说的是阮旅长吧？病人在16床，你是病人的家属吗？我是他原配的孙女。放心吧，你爷爷只是中风前兆，好好调养是有康复的希望。拉裤子也是紧张到极致的正常反应。这样啊？怎么隐隐听出一股失落的味道？
嘿，阮世美，我来看您了。你来干什么？还嫌把你爷爷气成这样不够？三叔是说我把阮世美气拉裤的，气性会不会太大了？别人气大伤身，你伤缸，这样可不行。出去，你滚出去！当谁爱看你流口水？安家费呢？还有切结书拿来，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原本恢复的半边身子又开始麻了。老三，给他！你们可真是我的好爷爷好三叔，这么一包大团结，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有钱。还好已经断亲，以后这么珍贵浓烈的亲情，只能宝珠独自享受，羡慕。羡羡啊，都长这么大了，这小嘴巴巴可真随了你奶奶风华。陆爷爷好，几年不见，你老愈发老当益壮，看着更年轻精神了呢。此人正是陆毅的爷爷，上一世也是这位老人给了他唯一的家和亲情。好孩子，拿着，这是给你的见面礼。这是一张挂号信，可自行存取。相比一包大团结，这一个举动把阮家秒成渣渣。相比于阮羡羡的赶到，一旁装乖巧的宝珠简直恨得牙痒。凭什么陆爷爷今日来医院，除了看望爷爷，就是商量我和陆毅的婚事？除了3大件外，彩礼再给200块，对我这么抠门。对阮羡羡一出手却是5000，加上爷爷给出去的5000，小贱人一辈子吃香喝辣都够了，凭什么？姐姐下乡，我也要成婚了，以后在乡下遇见什么困难，尽可以给我和陆哥哥写信，能帮的我们一定帮。一家人姐妹就是要和睦，要互帮互助。你弄疼我了，姐姐，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想到你马上下乡建设广大农村，有钱也需要劳动，不一定能过上好日子，心里就不舍得，才下了重手，对不起。卧槽，这甲肝携带患者摸我了，我不会被他传染吧？待会必须喝2瓶灵泉排毒。和睦，我可有不起给自己堂姐和未婚夫下情药的妹妹，你的互帮互助还是留给阮爷爷吧。姐妹不和，多半是老人无德，我不可能有一个喜欢拉裤子的爷爷，以后别联系了，拜拜。那今天先这样，婚事还缺什么？空了让年轻人自己去购买。老阮，好好养身体，我先回了。上车送你。陆爷爷，您这年纪还能生吗？陆爷爷想问什么可以直说。知道为什么陆毅到了年纪，我这2年却没再提起婚事吗？知道，阮宝珠心术不正，你想悔婚，可是没有正当理由。这话是不是过于耿直了？的确，那羡羡能告诉我宝珠给你和陆毅下药的真正原因吗？孙子自幼出色，宝珠小的时候也可爱爱，可惜人心易变，被养废了。阮羡羡沉默了，陆天明也不逼迫，而是一脸认真的看着陆天明。下车后，阮羡羡说出来差点让老爷子破功的话：陆爷爷，您这年纪还能生吗？陆家满门忠烈，独留这么个老头，一手把唯一的孙子拉扯大。阮羡羡也一脸认真脸。如果能生，您尽早再生一个，实在不行，逼陆毅生一个抱给您养。小浩可要好好养，别再让孩子缺失母爱。恋母不是一个好的情节，尤其是有家室的母。话落，留下还在震惊的陆老爷子，跑进街道办，先给切结书盖章，赶在报社下班前把断亲声明登报，之后拿着介绍信顺利入住招待所。讲真，他是想把阮家按进泥里，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时间不允许，上辈子刚到黑省才得知上游堤坝冲毁，奶奶溺嘎在了饥寒交迫的雨夜，他刚去，亲人就嘎了。世间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算算时间，奶奶嘎于他下乡后1周，一切尚且来得及。低头一看表，已经快7点了，赶紧跑去国营饭店。也不看看现在几点了，7点半后除下班，怎么不等半夜再来？现在也才7点10分，被骂了。羡羡小莲可怜兮兮，在贿赂几颗糖核对回去，并投一封举报信之中，选择了关门放软抗日。漂亮姐姐，我爷爷拉裤了，他想下河清洗，又不小心掉进水里，现在就剩一口气。嘎前最后的心愿就是再吃一口咱家的饭菜。只有鸡丝面，行不行？大厨已经换衣服，起灶已经是不可能，而我只会做面。可以。等了一会后，一道声音传来：饭盒呢？给你打包。不用了，我爷爷都拉裤了，他哪还有脸吃面？我代劳。你这自行车怎么不带到乡下？火车可以上。对了，这是你要的到黑省的卧铺票，是硬卧，软卧没有。这趟列车上有外宾。有钱有票，为什么要委屈自己，骑一辆链子哗啦啦的破车到乡下买新的不好吗？何况我记得知青点那谁有车来着。秦五爷无法，刚想把人轰走，阮羡羡猛然倒出一溜手表。要吗？要，同志，这上海7120是百货大楼才上架的新品，不简单啊！怎么出？梅花309，不要票400，上海不要票210可以出。雷达，算了，你买不起，看了过眼瘾就完。多少？你说，看看我收不收得起？这款友谊商店售价480，我出800，少1分不卖。表都是从系统商城买的，市面卖多少，商城就卖多少，1分钱不带差。可系统是不是忘了？这年代还有黑市？你怎么不去抢？他还打折了的，有价无市的东西，他为什么要便宜卖？我都说了你买不起，这东西我弄到手里不需要上下打点吗？最后2块梅花，2块上海，对方全要。雷达只要了1块。要走了，我给五爷表演了绝活，看完你好我好大家好。
明人不说暗话，妹子的意思哥懂了，以后还有合作机会吗？可以，干黑市的在铁路都有关系，否则也弄不来通往黑省的卧铺票，走铁路走邮寄都可以。看你，我只先款后货。蛾子，我们要到乡下去大有作为，建设和谐美丽新农村，你开不开心？当然有，村里不仅有河，还有母鹅。小树不修不直溜，男人不打更啾啾，懂没？阮线线那个大呢，我离婚了，我们母女被赶出来，他满意人马，都怪他，我拿人报名去了特殊部门，10年20年也许回不来，我家散了。正当此时，又走来一人。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不仅来了，工作都没了。一早上班，单位公告栏上就贴满我与各个领导不同的亲密照，当日我就被通知开除了。除了那个哒干的，还会是谁？大姑小姑，回吧，不用送，真不用送。你这哒的，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告别了大姑小姑的阮线线心情十分不错，倒了杯小酒，美滋滋的啜上一口。阮线线是下铺，中上铺还没来人，对面的是一家3口，小女孩年纪也就12、13岁。女同志，车上和尚头睡不好吧？乌烟瘴气，包厢的空气都被你搞臭了。第一次听有人说茅台是臭的，看不惯我的可以自干。说完，阮线线起身，慢慢穿过人群，排队进入厕所，拿出一罐冰蓝色药剂。系统，药剂喝了，我要怎么改变外形？他是来发家致富的，不是被人撕逼的。火车上是一处绝好的出货地点，他的目标是赚钱，买林泉空间，买4合院，30岁一到，坐拥万贯家财退休。在心里想象着要变化的外貌就可以。女同志要卫生巾不？友谊商店的原装货，只是外包装出现了破损，里面都是好的。你可以先拿一片看看。卫生巾跟月世代用途是一样的，只是不用洗，次抛的，满了就换。怎么卖？3块钱一片。女同志要多少？给我10，100片吧。哇，价格都没有还，他真的要酷嘎！阮线线数啊数，从自己缝制的小腰包里数了50片，加上内衬上挂的，一共70片。抱歉，笑笑。不好意思啊，小同志，身上只有这些，那就70片吧。于是，一下午时间，阮线线摸清了知青的喜好，最后净赚350元。等变回原来外貌的阮线线，悠哉啃他的烧鹅了。去餐车给我打份红烧肉回来。女人抿了抿唇，火车上打饭能买到什么？全凭运气。切，看把你惯的这逼样！女人生来就是洗衣做饭、生儿育女、伺候男人的，有几个你这样的，放我家倒贴都不去。喝了2杯的阮线线脾气上来。你这样的放我家早被打嘎了，知道不？回答。知道了，我错了，再也不敢说了，行了吧？哼。小树不修不直溜，男人不打更啾啾，懂没？女同志说话有意思，来一杯不？老爷子倒也爽了，接过酒杯一口饮尽，拿着自己打来的饭菜和阮线线分享。通过2人的交流得知，这老爷子是军区的领导，年轻人竟是一位翻译员。他记得秦五爷说这趟列车有外宾。系统，有没有让人拉肚子拉到虚脱的药？系统，有没有让人拉肚子拉到虚脱的药？有，宿主看吧，都在这了。就这个排毒补肾丸吧，我已经要对人下黑手，不能真害了对方身体。宿主，你是不是还觉得自己很善良，特别有底线？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与其等待别人施舍怜爱或者撞大运，我更奉行有机会要上，没机会创造机会也要上。知道宿主2世经历的系统不想说话，宿主他不是真善美怎么办？在线的有点急，年轻人名叫仲凯，工农兵大学毕业，现任外交部翻译员。不得不说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只见他捂着肚子，一个箭步冲出包房，来来回回跑好几趟。一旁的疯老不免开始担心了。为了给黑省创造外汇，我可是豁出老脸，就差立军令状，才从外交部将这批外宾请来。如果小众病倒，让我临时去哪再找个翻译员。小众，你这样待会还能工作吗？我能行，我没事的。刚起身，捂住肚子又跑了。一旁的阮线线见时机到了，开口道：“不好意思，刚刚听到了您和男同志的对话，林老师软卧外宾的负责人，冒昧问一句，接待外宾身边怎么只带着一个翻译员？”还能为什么？抢人时手段粗暴了点，被穿小鞋了。老子去找列车长，就不信一趟车上找不出第2个会说鸟语的。我会。是的，他就是那第2个会鸟语的。真的，你跟我来。那些人吃饱饭就喜欢群魔乱舞、鬼哭狼嚎，搞什么 party？领导，您也太草率了！一个坐车都要喝酒想了离经叛道的女人，她能懂什么？在下不才，正要前往黑省任职工农兵大学老师。机会啊，抓住这次机会入了领导的眼，也许不用去当臭老九，直接调任外交部，一步登天了。你会英语？对方矜持点头，当大学老师能不会英语？于是疯老抓着人就走了。一旁的阮线线悠悠的视线目送2人离去。别伤心，宿主，我资助你，一会把那个讨厌的人也要翻。哇，彤彤，你超爱的，不过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他会灰头土脸的回来。那个男人会英语，我相信。可时代洪流下，没条件接触口语的国人会认，不代表会说。阮线线也不急，甚至有兴致的跟那对母女攀谈起来，传授自己的玉符经。打就完了，油瓶子倒了都不服的男人，一定是打得不够狠。可是
是妈妈打不过爸爸啊，爸爸力气很大的。你爸爸不是戴眼镜吗？把他眼镜藏起来，变成睁眼瞎后，你跟妈妈随便打。还可以这样吗？你啊，多吃东西，锻炼身体，要学会保护妈妈。世界上不会有人比妈妈更爱你。系统，我也想要爱我的妈妈。宿主，我可以。可你是男统统爱。系统没有性别。就在3个女人聊得正欢时，一道咆哮声传了过来。水平不行，瞎逞什么呢？你这样的过去个战场，老子一突突一溜。明明他们说的都不是纯正的英语，太快了，叽里呱啦一大堆，谁能听懂？你。任务完不成，在外交部丢人事小，可外汇指标达不到，上面少拨甚至不拨款。要黑省的工业如何发展？工业不发展，买拖拉机、修河堤，百姓吃饱穿暖的钱又从何而来？一声叱咤疆场的老将怒极，恨不得掏出枪，把那些个洋鬼子跟眼前的大尾巴狼一起无差别攻击了。还想说什么？捂着肚子扶着墙的仲恺远远小步挪来。首长，还是我来吧。老人家，我也可以从旁辅助这位翻译同志。海外请教你是陈后。我嫩爹，是嫩爹教我。莱恩先生，我不建议你尝试他们的酒水。知道他们的白酒是如何酿造的吗？发酵就是指把粮食焖烂焖臭，掏出里面腐烂发臭的水喝。你们我竟然用法论的思维交代外宾哦，我的兄弟，我要向外交部投诉，就算你们欺瞒环保，就算你们以破坏邦交。洋鬼子又闹什么？那个小矮子说我们的白酒是泔水，金发碧眼不高兴了，要投诉。仲恺意外了下，对看过来的风老重重点头。阮宪宪已经率众而出，拿起向外宾主推的灵泉仙酒，给自己倒了一杯。我不赞同这位矮冬瓜的话，糯米、洗米、蒸米、糖化、发酵，如果没记错，这是贵国清酒的酿造流程，也是我华国流传5000年的酿酒技艺。但你不得不承认，流传5000年的技艺也比不过香醇浓厚的红酒，那才真的叫好酒。你们这个清汤寡水罢了。我喜欢吃肉，你喜欢吃屎，我却不会像高桥先生那样完全否决屎，否则让喜爱猫屎咖啡的绅士情何以堪？我国酒文化起源于几千年前，是每逢重大庆典中最重要的一环。皇帝登基前要以酒敬苍天，新人大婚、拜堂都要排在交换和清酒。除此之外，我们也会在告慰已故的亲人时喝。一个人1壶酒，可以在已故的亲人坟前说说心里话，开心的、不开心的，顺带祈求先祖保佑。向活人祈求都没用，向死人祷告有神没用。这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就和你们喜欢喊上帝是一个意思。忽然有点笑不出来了，华国的死人和他们上帝是一个意思，总有种被占了便宜的感觉。说起酒的起源，那就要追溯到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祖先猿猴造酒。传说轩辕帝曾在征途中命悬一线之际，幸得猴部落相助，一坛猴酒下肚，不仅伤势痊愈，更是一举拿下东夷、九黎，从而统一华夏。此后，轩辕皇帝发明了酒泉之法，猴酒也正式更名轩辕酒。我手中的灵泉仙延续了酒泉之法，也可以理解为灵泉仙和轩辕酒同出一源。各位，我敬大家，祝你们也如轩辕皇帝逢凶化吉，旗开得胜，满意而归。不仅是外宾，风老跟仲恺都听傻了。我们这酒真跟那什么轩辕酒同宗同源。海外请教你是陈后。我嫩爹。是嫩爹教我。有点奇怪，但他没纠结多久。我叫赖 N 我 NB 来自外国，对你口中的灵泉仙酒很有兴趣，可以找个没人的方式我需要来相称吗？抱歉，莱恩先生，商业洽谈不在我的范畴内，我需要找来专业的人和您对接。莱恩有些遗憾，却不勉强，他的确对这酒来了兴趣，需要向专人问取酒的配比和参数。一旁的高桥木落却极恨无比。我这次可是带着任务来的，为的就是让封广那个老东西竹篮打水一场空，他都被我使计排挤到应我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哪儿杀出来的程咬金？莱恩先生，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觉得这位女士口中的轩辕帝、轩辕酒都是欺骗外宾、胡编乱造的谎话，您可千万不要上了小人的当。阮宪宪瞪向他，杏眼不悦的眯起，用最正宗的伦敦腔说出好听但没有素质的一句话 ：Funny mug go pee。那帮外宾点名要你继续翻译。不去，要我一帮穷鬼。照镜子了吗？消费过100万了吗？他们配吗？那帮外宾点名要你继续翻译。不去，要我一帮穷鬼。照镜子了吗？消费过100万了吗？他们
配吗？一旁的仲恺惊呆了。阮同志，这批外宾对黑省未来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你能者多劳。哪来的大傻小子？太单纯，欺负起来容易让人有负罪感。我再去几次，傻小子该下岗了。秉承着自己吃肉也要给别人喝汤，吃抢食容易被打卡的原则，在仲恺身体恢复和极力邀请下，阮羡羡拒绝继续端人家的饭碗。不用太惯着他们，你记住，嘴上喊着要走的商人证明不想走，都是第一次做人，平等相交，以忽悠对方花钱，多花钱为第一重要目标。别害怕，做不好说不好，只要有钱赚，别说态度恶劣嚣张一点，骑在头上拉屎，商人都会说一声真香。再问你把我原话带过去，没准会有意外收获呢。仲恺似懂非懂，按小阮说的去做。对了，小同志，这是去黑省下乡，有兴趣来省里工作吗？这个小同志才思敏捷，又有语言天赋。昨天虽然自作主张，但是我很欣赏，是个可造之材。不去不去，开玩笑，他有钱有闲，光想想零下20-30度的天，还要早起顶着寒风暴雪去上班就崩溃。为什么？年轻人挤破脑袋的好事，你为什么拒绝这么干脆？都不想一下吗？诱惑太大，我怕手伸长了被剁脑袋。下乡多好，有力出把子力，没力气就赚人头分。此等清醒理智又摆烂的言论，风广头一次听说。思想不积极，不怕我叫人抓你去思想改造？你过来呀！不可理喻。接下来的2天，小姑奶奶吃饱了睡，睡醒了拿点东西，车厢出一波。偶尔仲恺搞不定的，他也会在背后支招。转眼黑省到了，业外翻译每天10元，我给你按1天工钱结算。除了工资外，可以额外给我一封表扬信吗？就是那种把我当翻译时如何厉害，如数家珍写在纸上的表扬信。我看你长得就像表扬信。多次被拒的疯老冷笑一声，扭头就走。对于他们这种为国奉献一辈子的老人，最看不惯就是阮羡羡这种把自己享乐放在国家大事之前的享乐主义者。才走没5分钟，那啥，给个地址呗，日后写信方便。真是个嘴硬心软、脾气还不好的倔老头。4月的黑省比京城要冷一些，外面早有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在那里等候。一上车，阮羡羡便看见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木夏。哦，这不是火车上买卫生巾的那人吗？他怎么会在这里？上辈子明明没有这个人，对方体格这么明显，见过不会没有一点印象的呀。汽车上的空气并不好，木夏目光格外敏锐，豁然回头与后座的阮羡羡视线直直相撞，对方的眼神太复杂，阮羡羡看不太懂，只是剥了片橘子含在舌根底下压着，捏着那片扯下来的橘子皮递给对方。要吗？你可真大方。谢谢，不用了。没过多久，木夏没2分钟就忍不了了，拿了块兔子奶糖含进嘴里。恶心时吃甜的，容易越吃越腻。这个女人一直叨逼叨，有点烦。这个女人不接话，我还要不要试探？一路无话，很快到达县城知青办。天色已晚，夜间赶路不安全，你们都下车后去招待所住一晚。明天会有大队长来县城接你们回大队。就在工作人员准备离开，一个男生叫了起来：“我钱呢？我钱怎么不见了？下货车钱明明还在。”我钱呢？我钱怎么不见了？下货车钱明明还在，一定是他偷了我的钱，明明火车上还有的。坐汽车他坐我旁边，钱一定是被他偷走了。同志，请打开你的包，我要检查。他说丢钱就丢钱了，他要说丢清白了，我还在汽车上当众猥亵他了。这是什么虎狼之词？他东西都翻出来了，所有人都看着，这还有假？谁说的？光在包里找，身上找过了吗？万一他把钱藏在什么隐私部位，诬陷到我身上怎么办？男生名叫叶根，看他此刻焦急大冷天，满头大汗的样子，完全不像在演。我愿意搜身，如果没有，你必须把行李敞开，对所有人检查。好啊。2个窸窸窣窣一阵，没发现。同志，该你了。见他站在那不动，有人不耐烦催促：天不早了，又这么冷，好意思叫这么多人站着陪你？就是，清者自清，心里没鬼，打开包给人看一下怎么？偷没偷不重要，只要在场人对阮羡羡先入为主有了不好的印象，下了大队鼓励远离他，自己的目的也别达到了。我让你们站着看了，招待所就在前面，脑袋底下那2条腿不用可以捐了。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支走我们，不让自己坏名声传扬出去，维护最后一点颜面？切，你丢了多少钱？200，我丢了200。TMD， 阮宝珠明明说他这个堂姐身上有很多钱，一路上自己非但没找机会拿到手，自己的钱还丢了。早知道不坐在这个晦气的女人身边。哦。只有200呀！他慢吞吞从自己腰包里掏出10块、20、50、100、200、500、1000。怎么办？你只丢了200，可我有2000啊！谁知道你这些钱是不是偷的？我爷爷是首都军区的旅长，我需要偷钱。你已经被阮家扫地出门，这钱的来路就是不干净。同志，你好像对我很了解，连我被没被家里扫地出门都知道。你这面孔有点熟悉，是谁来着？哦，不是我那给堂姐和未婚夫下药未遂，自食恶果，跟男人无美狗和堂妹的同学吗？不，你记错了，我们班上没有叫阮宝珠的同学。我好像没说过堂妹叫阮宝珠。早有预谋，怪不得和那什么宝珠的是同学，2人臭味相投。我没有，我不是，我真丢了钱。奈何没人听。宿主，我感觉他不像演的。的确不是演的。那怎么？因为他那钱真是我拿走的啊。
上辈子叶根和于天磊一唱一和，让自己无端背负一个小偷的嫌疑，下乡才没几天，钱丢了，名声也坏了，被欺负、被排挤、被孤立，导致他没能看上奶奶最后一眼。这一辈子的他，岂不让悲剧重蹈覆辙？这辈子的阮线线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什么椅子都坐，就不坐以待毙。谁说非要被人打一巴掌才能被动还手？他偏不。对于阮线线的这种行为，系统竟然无言以对，半晌憋出来一句：好啊，咱不至于的，实在不行，爸爸投资兴趣养你。重生回来的阮线线被人联合诬陷偷钱，于是第二天他来到了于天磊单位门前，拉起了横幅。哦吼啊，有热闹瞧！看那横幅下的牛啊，盘量挑顺的是知青吧？谁这么倒霉摊上这货，就差在脑门上刻字我是幺蛾子。唉，怎么不报警？你昨天就应该报警的。切，报警哪里来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小姐？兄弟单位。不多时，等到上班的领导看清横幅内容，急堆在地上。各天娘老子爱，最近省里要来什么客人？各地检查非常严。这祖宗这时候到单位门口拉横幅，是想让所有人跟他一起下乡种地吗？女同志，有什么问题我们去办公室解决。你再这样闹事，我可要报公安好好查一下你的身份了。切，原本百试百灵的话术，哪知对阮线线压根没用。你过来呀！我爷爷是旅长，爸爸是副厂长，我是根正苗红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你查，你随便查。给你们10分钟，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把那横幅给我摘下来，不然等着一起吃瓜捞吧。没什么诉求，这个人收受贿赂，恶意刁难，怎么处理是你们的工作。我没收任何人的贿赂，做事要讲证据，没有证据就是诬陷。对上阮线线的注视，他想起了昨晚他也是这般没有证据下要求女同志打开包检查。现在角色对调，他只觉丢人难堪，更多还是憋屈。我不能承认，他也不能承认，入了这样的单位，我犯原则性错误，我被抓住把柄，基本就是接饭碗。家了花了大力气把我弄进来，走了，这一辈子再也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你既然知道我被阮家扫地出门，难道就没打听我家隔壁住的都是什么人？要我请吕爷爷、王奶奶还是新结识的风爷爷亲自调查啊？真查出点什么，会不会连累单位的其他同事啊？小同志说的风爷爷全名叫什么？风广啊。说来也巧，火车上风爷爷的翻译病了，我恰巧懂一些英文，就做了临时翻译，又巧合的促成一笔大单，一不小心入了老人家法眼。风爷爷可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什么恰巧、巧合、不小心，真是风光那个老混蛋，还慈祥。那 TM 叫慈祥，这2年从一线退下来，抽什么风呢？去搞经济，而他的搞经济的手段就是向组织威逼利诱，强取豪夺。看着小姑娘清灵灵会说话的眼睛，他算彻底见识到什么叫睁着眼睛说瞎话，但他也没揭穿。阮线线是吧？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这边代表执行办郑重向你承诺，一定会调查清楚，公正处理。但也请你明白，夸大事实，以权压人，论你再大来历，我平安县也不怕你。听明白了吗？我有什么权势？以求自保，扯虎皮做大旗的家族弃子罢了。不过还是感谢您的公平公正和教诲。好了，折腾一早上没吃饭的吧？我先带你去食堂吃饭。这个点知青已经被大队长领回村了。我看下你的下乡地点在平头大队，那里挺好的。大队长公正，工分又值钱，是钉子库发展最好的大队。吃完饭我骑车送你过去。切，好什么好？大队长公正代表他不好糊弄，工分值钱就是活多到干不完，哪里好了？于天磊就是故意把我安排进那里，想累死我跟主子交差。不许胡说八道，什么主子奴才的，早2年，这话让人听见够你去农场了。你就在这里反省，等我回来咱们再慢慢聊。等到2人骑自行车靠近村口时，正好和大队长带领的新知青队伍撞上。最不想看到的人，终于还是出现了。闺女给我掰一块尝尝味儿。好大的脸，我有大巴掌，你要吗？我有屎，发酵了4天的屎。我只有尿。人也齐了，村口也到了，大家记好了路，我送你们到知青点，今明2天休整置办，后天一早开始上工，有什么问题趁着现在问。大队长，我们的脚用口粮该怎么解决？口粮啊，刚下乡的知青每人有50斤粗粮，含在你们的下乡补贴里，吃完了再买，就得拿工分跟大队里换。我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大队不支持私下拿钱换粮，想要只能拿工分，你们如果钱多也可以拿票进城买粮。换言之，不干活没有饭。我有钱，不仅有钱还有票。一个字，有钱不干活。看这戴帽子闺女的大体格子真好，腰粗屁股圆，指定能生儿子，跟王二麻子加那病秧子绝配。互补嘛。哟，这另外一个身板瘦小的闺女在家吃不饱饭吧？要不要婶子给你介绍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咋还害羞了？别啊，女人早晚要嫁人，都得有这一遭。李大脚，你够了。可这娘们压根不搭理他，目光终于落到阮线线身上，将她上下打量。刚想说什么，就见这闺女弯腰捡起块石头，擦了擦，就放在嘴里，咯嘣一咬。
闺女干嘛呢？尝尝咸淡啊，婶子平日都不尝吗？神经啊，惹不起惹不起，刚想溜就被阮线线拉住。你给他们说的条条是道，独独撇下我，婶子是看不起我吗？婶子是不是看不起我？说话。哎呀，溜了。他看不起我，是我还不够有钱吗？别犯病。大队长看得啧啧称奇，那娘们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难缠人物，第一回合就被女同志吓跑了。不过能在第一回合把李大脚吓跑的，代表什么？代表他比前者难缠10倍。叶国把人安顿一下，相书放心，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他叫叶国，来咱村里6年了，目前担任知青点负责人，你们有事可以找他。叶国安顿好后，你带他们来村办领粮。好。带大队长走远，叶根一把抓住叶国，哥，我钱全丢了。什么钱丢了？那可是家里让弟弟带过来给我娶媳妇的钱，丢哪了？还是被人偷了？报公安没有？叶国急得没时间安顿知青，交代一声让他们自己进屋找床位后，就拉着弟弟去一旁说话。几人面面相觑，阮线线把蛾子放出来。等到3人走进女生宿舍，阮线线不出意外的看到炕上躺着一个大婶。你们是新来的知青吧？我丑话在先，这屋里的东西都是本来那些孩子置办的，你们可不能乱动。婶子，你也是知青？嗨，哪能啊！我是柳夏天的母亲，过来看看女儿。那你们的床位在那边，自己收拾吧。这间屋里已经住了4个女知青，加上柳母5个，铺位还剩3个，原本够3人睡下，可木下那大体格显然装不下，这就睡不开了。没事，你们先收拾，没有床位更好，待会找大队长聊聊，试试自己能不能盖间房单独住。我有钱，没必要和人挤集体宿舍。阮线线看了他一眼，也不急收拾铺位，走到自己的行李跟前，1条、2条、3条，开始往外抽麻绳。你干嘛？没事，我玩。我饿了，你们吃什么？我刚在知青办吃了一大碗面，还不饿。我就随便吃点糕子垫垫肚子。陈招娣也拿出个粗面饼子啃，3人没有互相谦让，谁也没说占谁便宜。哟，这味道可真香，闺女给我掰一块尝尝味儿。好大的脸，我有大巴掌，你要吗？我有屎，发酵了4天的屎。陈招娣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小声说道：我只有尿。哟，闺女给我掰一块尝尝味儿。好大的脸，我有大巴掌，你要吗？我有屎，发酵了4天的屎。我只有尿。你们目无长辈，欺人太甚，信不信我去知青办找领导告你们？去呗！看见这姐妹刚从知青办拉完横幅回来，你去早点，没准领导还在。管事的来了，我也正好问问你，一个知青的家属，拿什么脸占据本该属于我们的资源？刘母被唬住了。这时传来叶国叫他们去大队领粮食，叶国就站在院子里，心情看上去不错，尤其眼神在阮线线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你钱都放好了吗？态度明显比来时亲近许多。都在这儿了，放心吧。你可长点心吧。这是你带来的储备粮吗？你才是口粮，我把你变成口粮。阮线线摸摸额脑袋，奖励似的从腰包里拿出一颗灵泉水和的玉米面菜丸子，喂进蛾子嘴里。你别撩拨他，他很聪明，也很护主的。叶国无言以对，说什么让阮线线打鹅一顿，他明明奖励了那畜生。我能摸摸吗？摸吧，但他不一定让摸，你小心点。嘿嘿嘿。5个人动作很快，在领完粮食，木下想找大队长单独聊聊的时候，阮线线正在大队部的牛棚边上和黄牛大爷瞪小眼。又来一个漂亮的两脚兽，跟他一样漂亮那个呢？哦，好像嘎了，流了好多的血，还是我给送到医院。妈呀，除了鹅，猪也说话了。他在鬼叫个啥？还有，大队长明明说我是牛，不是猪。木下带着大队长一出来，就迎他怀里钻的阮线线。咋了？有蛐蛐在天上飞？不是，我说山羊下河了。哎呀，都不是，老母猪穿着李大脚的花裤衩跑了。叫我出来干啥？说好细粮不卖，想要只能拿工分换。我打算自己在知青点边上盖间小屋，钱不行，村里的地都要种粮食，哪还有地方给你盖房子？绝对不可能。为什么不让大队补贴1分钱？甚至将来有机会回城，房子相当于白送大队，不同意也要有个理由吧？我说不行就不行，宿舍住不下是吧？让柳夏天他妈去招待所住，回去这话就说是我说的。一边的老黄牛悠悠摸了声，大队长不想说的他全给突突了。还能为啥？几年前有个漂亮又有钱的女娃子，哭着闹着要自己住，结果第2年女娃怀孕了，都没人知道，自己背着人在屋里生产时流了好多血，嘎了。那时候还是老向当队长，嘎的那女娃家里有权势，责任不怪老向，他也难免被一撸到底。老向指的是前任大队长，小向是现任大队长。向红军觉得知青住一起虽然会时常闹矛盾，也比弄不好就嘎个把人的强。不巧阮线线此行的目的也是要自己出来住，且一定要实现。回过神的时候，那2人正在拉扯，木下一个劲往大队长怀中塞红糖，大队长一个劲说不要。您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红糖是自己的，跟他有什么关系？
大队长，房子盖不了，这么吧，我看厨房挺大的，想在侧面单独垒个灶。那你呢也要垒灶单独开火？洗菜做饭刷碗多累人啊，单独开火哪有别人把饭做熟味到嘴里香？嘿嘿嘿，我就想问问，在家里习惯睡高处，我能不能睡得高点？大队长当他有什么事，挥挥手跟赶苍蝇一样。你爱睡多高睡多高，有能耐睡房梁上都行。一旁的木夏同情的看一眼大队长，只有他知道阮线线哪里是不想垒灶，他就是单纯的抠门。你不想出去单独住吗？想啊，可大队长不让，我这个人从来不勉强别人的。晦气！回去还我2两红糖。等到两人回到知青点，把大队长的决定跟刘母一说，刘母立刻就大。我没钱住招待所，木下体格子好，让他打地铺将就一段时间怎么了？入冬大雪封山之前，我指定走。阮线线跟木下对视，一人各捉住刘母一头。准备好了吗？3、2、1。看着面前狼狈的刘母，阮线线就想笑，这就是欺软怕硬的老刁货。上辈子看他性子软，没少占他便宜。刘母哭得正惨，一个女孩冲了进来：“你这个哒哒哒，让你们欺负我吗？你敢打我，我要向大队长举报，送你去下农场。看你穿的这么好，还戴手表，别再是资本家的小姐吧？怪不得光天化日就敢欺负老百姓，骨子里都是恶臭的。啊，你又打我，冷静了吗？”哭得可怜兮兮的柳家母女看得几个男知青都心生不忍。没别的，刘母又不住在他们宿舍，还会帮着烧饭洗碗，免费的老妈子谁不喜欢？手中的武器是对向敌人的武器，我们应该团结互助，不搞内部分化。阮同志，打人不对，这样吧，你向这位母亲赔偿10块钱，并且道歉。被打2巴掌就有大团结的话，他们可以天天喊打。打开腰包，阮线线拿出一张手写病历卡。睁开狗眼看清楚，精神病别说打人，我杀了你们也不用偿命，懂？大队长赶来就看见这样一幕，叹了口气，决定这2天跟县领导谈谈，单一个阮线线少说值100斤化肥，不给就把他送人了。等看到他手里的检查报告，大队长瞳孔一缩，真的，你还真有病啊！病历当然是真的，秦五爷花了点力气搞来，只是医院没有留根，以后查不到。而此时的向红军都快心梗原地去世了。都 TMD 吃饱了闲的是吗？你就是这样管理知青点的？还有你让你妈住进知青点大队同意了吗？拿我这里当收留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给你1天时间，要么让你妈走，要么你们娘俩一起走。知青一旦被大队退回，再分配只有去艰苦地方的农场。走，我这2天一准就走。大队长别生气。今天在场每个人扣1公分，带头闹事扣5公分，散场。精神病嘎人真的不偿命，你们好自为之。阮线线心里偷着乐，会哭的孩子有糖吃，阮氏子注定被捏，地雷没人敢踩，就是这么个道理。无辜躺枪被扣1个积分的众人心情不好，他们想怪罪魁祸首，又怕他犯病，只能把气撒到柳夏天母女身上。夏天，今天的午饭就劳烦你跟婶子了。柳夏天有怒不敢言，拉着母亲气冲进厨房了。3个女孩乘着晚风聊起对另一半的期待。有权有钱，好看不聪明，三观相合，势均力敌，心悦我的。咦，下乡的第一天，搞完事的阮线线心情舒畅的参加了欢迎会，大家都多多少少带点吃过来，只有阮线线带着一张嘴来的。这位是知青点负责人，相信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叫温柔，来自南方，下乡3年了，负责管理女知青。这是蒋文明、蒋文礼，来自北方，下乡2年，是一对双胞胎。哥哥蒋文明脸上有颗大黑痣，弟弟蒋文礼没有。阮线线冷眼扫过去，上辈子这对兄弟联手做局，强暴了村里一个15岁的半孤女。半瞎的奶奶隐约看见凶手有颗黑痣，可全村唯一有黑痣的蒋文明一天都在地里老实上工，一直到那女孩送走奶奶，拉着弟弟蒋文礼同归于尽前，才说出真相，原来是弟弟伪造了哥哥的黑痣行凶啊！好想捅穿这对招子。这个大块头名叫泰山，家就在省城。叶国叶跟2兄弟的打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这位是楚离，咱们知青点最好看的人，别说知青点，村里的小姑娘都喜欢他。楚知青是男同志里面最好看的，阮同志是女生里面最好看的。你们2个人如果走在一起，不知道要碎了村里多少女孩的芳心。哼！好久不见，楚叔叔，好久不见。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多亏了在抖音商城领的话费券，不仅充值到账快，而且操作简单。想要知道怎获取吗？真的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领取最高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领券，手慢无。你喊楚同志叫叔叔，他才20岁吧？他喊我爸一声楚爷爷，喊我叔叔有问题吗？没有。楚离是楚家老来子，年纪不大，辈分大。前世他来乡下，只有楚离这么一个熟人，会不由自主亲近，直到被村里不少姑娘明里暗里找茬，都不明白为什么。楚离曾多次明示暗示他离他远一点。天生愚蠢的自己不明白为什么，以为他和所有人一样讨厌自己。饭后，老知青默认桌子碗筷由新知青收拾，刷碗是不可能刷碗。我一摸凉水容易犯病，温同志可以代劳吗？温柔看了一眼从旁等候着阮线线，像是有话要说的楚离，咬了咬牙。可以呀，那谢谢你了啊，你可真是个好人。
人，好人一生平安。说完，他拉着木下孙招娣大喇喇出门，楚离紧随其后。男朋友，你是否有很多我好？出了院门，木下带着陈招娣有眼色的远离，楚离就问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怎么会下乡？阮羡羡一五一十说了，没给阮家留脸。下乡也不错，在城里省得傻乎乎被人卖了都不知道。走前，楚离还意味深长留下一句话：叔叔这称呼挺好，以后在村里就这么叫。喜欢人家呀？别胡说，没有的事。要喜欢上辈子早喜欢了。他跟这种表面斯文、内里老淫婢的山大王不来电，总觉刚想干点坏事，还没动手就会被对方看穿。2辈子被拿捏够了，阮羡羡这只泼猴，今生可不想继续活在如来的五指山下。3个女孩乘着晚风，聊起对另一半的期待。有权、有钱、好看、不聪明，三观相合，势均力敌，心悦我的。咦，怎么了嘛？等回到宿舍时，阮羡羡就把中午编的麻绳挂上了房梁，躺了上去。哎呦我的妈！阮羡羡，你搞什么？睡觉啊！这么明显的事情看不出来吗？我知道，我是问你为什么有床不睡，睡房梁。哦，你说这个啊，我在家睡上铺睡习惯了，换了环境会择席，一择席就喜欢唱歌，为了不打搅大家，我就编了个吊床。温柔无言以对，试问谁头顶睡着个人？半夜长发耷拉下来，吓不吓人？月朗星稀，夜深人静，最适合搞事了。睡梦中的柳夏天梦见自己置身肥堆，无法呼吸的他被活活憋醒，一睁眼，一边的刘母一睁眼。你们搞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等待2人情绪稳定，搞清楚是被头顶的阮羡羡吓到了时，纷纷无语。姓夏的，我忍你1天了，能别闹幺蛾子好好睡觉吗？也不能全怪夏天，谁头顶睡着个大活人，一睁开眼能不害怕？很快众人再次强迫自己入睡，不知过了多久，温柔只觉得刚睡着，头顶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好死不死砸他身上。阮羡羡，你是故意的，故意弄那什么吊床，故意从上面掉下来砸人，我要去告诉大队长。我真不是故意的。队里最烦你这种蓄意破坏团结的知青，信不信我上报知青版，把你退回原籍？你听没听见我说话？阮羡羡看看地上的包子，又看看柳夏天狰狞还会喷口水的脸。让你弄脏我的包子，让你冲我喷口水，让你告，你去告啊！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了，提醒我该充话费了。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4元话费券，充值到账快，操作简单。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点评论区，最高领取4元话费券。大家也赶紧去评论区领取月初充话费省钱攻略吧。宿舍这么多人都没事，就你逼事多，还弄脏我的包子。上工号角响起，大队长身后跟着绕村小跑回来的木下，一进院子，2人都愣了。让开！一大早这是闹什么？都想扣工分不成？等问清楚事发经过，大队长怒了。谁允许你睡房梁子上了？你啊，昨天我问您能不能睡高点，您说我有能耐睡房梁都行。大队长，你看看他把我打的，这是村里不能给我满意交代，我就去报公安。大队长上一秒没有表情的脸骤然沉下。我相信阮同志绝非故意，可他动不动就从吊床上砸下来，我们也没法休息不是？温柔，你到底哪边的？这个脑子进水的女人张口就是报公安，关系到评选优秀生产队，大队长会同意才怪，不如求点实际的。够了，你从今天起好好睡炕，再闹幺蛾子，老子就把你送去农场。哇，真的吗？什么时候送？现在行吗？他乃就在农场，近身照顾老人，再抽空回来收拾几个渣也挺好。对上阮羡羡期待目光，向红军确定这孩子真的有病。柳夏天，你动手在先，率先打掉他的包子，但阮同志打人也不对，赔偿给你5个鸡蛋，就这样，不满我的处理你就去告，爱告哪告哪，回来正好把你们2个一起送走。平头村不欢迎惹是生非的人。哼！等到众人散去，阮羡羡跟系统花1分钱买了5个臭了的鸡蛋赔给对方。众多一事，阮羡羡才明白一个道理：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越想越气，不再沉默。就在沉默中变态。下乡第1天，阮羡羡就趁着去县城机会，悄悄摸进了被下发到农场的奶奶家。奶奶，别出声，我羡羡啊，我来了。羡羡，你怎么来了？是不是老不嘎的欺负你了？没有，你孙女我可厉害了，拳打老逼头，脚踹大逼灯。严凤华认真瞅着孙女展开的小脸笑了。激动过后，阮羡羡从包里拿出一饭盒的肉包子，又悄悄用灵泉水沏了2杯麦乳精。羡羡，和奶奶说实话，这趟过来除了看我，还有什么事？奶奶怎么知道我还有别的事？没事，你会走正常途径，不会这般遮遮掩掩进来农场。老逼头是不是要对我下毒手了？也对，奶奶不聪明，阮老头也不会那么忌惮。
于是他没隐瞒的把阮家那些事全说了。奶，我刚刚从管事的房间翻到您的调令，是第一批返程名单，里面有你的名字和一封很奇怪的加密信，我猜大约是阮老头寄到这边对您动手的信。这几天我会留在农场附近。看到眸色坚毅的孙女，严凤华没有再拿她当不经事的孩子驱逐。好，万事以你安全为上，能再见到线线，奶奶嘎也无憾了。当年阮家家业大部分被你爷捐给了组织，他回头想来吃严家，可钱都被我妥善安藏，他吃不到狗急跳墙。前些年没少用你来写信威胁我。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了，提醒我该充话费了。刚好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领了4元话费券，充值到账快，操作简单。点商城进充值中心或点评论区，最高领取4元话费券。大家也赶紧去评论区领取月初充话费省钱攻略吧。线线，你记住，严家的底蕴都在。当年碍于时局被逼下嫁的严凤华，丈夫圆房第2日就离家出走，好不容易熬嘎了家里2个老不嘎的，带着一对双胞胎儿子，满怀希望找到丈夫，却被告知阮抗日已另娶他人。从那时候起，她彻底明白靠人不如靠己，参与到伟大事业中。后来被举报下犯，以为后半辈子也就这样了。今日再看到阮线线，严凤华重燃对生活的希望。我说的都记住了吗？势不可为，这笔钱和你大伯分了，够你们一生顺遂。如果奶奶顺利返程，回去先弄嘎老逼灯给我们祖孙报仇。奶奶霸气。阮线线很高兴，也很庆幸，庆幸唯一的亲人还活着，高兴奶奶不是那种老古板，嘎活非要一个人冒险，小事大事化，大事危险化。线线，奶奶和严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事不可为便不为，把切身安全当作第一要素，记得了吗？这个时候上工好奇，老人也精神抖擞上工。阮线线也准备去给大队部打电话，先斩后奏请假。喂，是大队长吗？我要请假几日不回大队。眼看快到1分钟，阮线线快速说：“我爷爷嘎了，家里有白事要办，先这样，电话费太贵，回去再跟你说我爷爷是怎么嘎的。”才下乡，爷爷就嘎了，可怜的。话说一半，突然卡住。嘎丫头不是京城来的吗？爷爷嘎了2天的假期够他往返。阮线线刚喝下幻化药剂，变成奶奶模样，再抢急救，一道声音就是肺腑。爷爷，您的返乡调令下来了，知道吗？可惜有人不想让您回去，抱歉言疑，一路走好。知道哪错了吗？不该推人下河。错了，你不该为我个老婆子以身犯险，万一河坝继续坍塌，谁涨上来怎么办？万一他们昨夜人多推你下河怎么办？线线，奶奶不怪你，但是下次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事先请人埋伏，抓他一个现行或者其他，没必要为那样的人脏了自己的手。现场这么多当兵的，万一被人看到，会断送你的一生。我知道了，奶奶，下次还敢。好了，我这边危险解除，你先回村，等调令正式下来，奶奶会去村里看你，最近都别过来了。心存歹念之人已死，加上部队插手和他带来的物资，奶奶的安全的确有了保障。只等调令最后的批复。回到县城的阮线线因为没有介绍信，无处可去，秉承着早回村早挨骂的理念留在县城，于是开始乔装打扮，用3个鸡蛋打通关系。见到小黑市的管事，我想从县里买个小院，你有门道吗？大黑抬头看着比自己都要高壮的奶奶，咽了咽口水，气势都弱了3分。院子可不便宜，你真心买吗？我爷爷刚死，棺材板都留给我了，你说够吗？大黑对比一下身形，压住打劫的念头，招来小弟去院子里嘀嘀咕咕一阵。兄弟，你这赶巧不是北区整间要出手的独门独院，屋主死了男人，要去南方投奔闺女，就是这价格可不便宜。多少？900吧，不二价。先去看看房子。你们有事吗？嗨，听东子说你要卖房，这不带人过来看看？这2人不像来看房的，倒像占山为王的。小院不大，四四方方，主人家打理得非常干净，阮线线十分喜爱。980这个价格还有便宜吗？婶儿明显愣了下，对上大黑暗含警告的眼神，瑟缩一下。有吧，给你便宜10块。那成，我再到处去看看，如果有意向跟我兄弟再回来。等到2人出了院子，不满意，小了点儿，怕我那5个娃外加婆娘不够住。嚯，兄弟够能生啊！没别的，家里娘们争气。还有吗？这个着实小了点。现在住房紧张，工厂里面的工人都等着分房，愿意出手的少之又少。我继续帮你盯着点，兄弟真不要这间，过这村可没这店了，你后悔回来不一定还有。不要，太小，还没俺们乡下旱厕屁大点，帮我盯着点，过2天再来寻你。老大，我们不干1票吗？干，你咋不冲上去干？你干得了人家吗？一天天就知道干。骑车在附近转了几圈，目睹2人离去的阮线线回到胡同，上演真实版逃单的他已经换回自己的装扮，敲开门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婶儿，听说你家卖房，我慕名而来，不会打扰吧？
闺女，听口音不是我们这里的吧？冒昧问一句，你买房是打算结婚用吗？不是的婶儿，我家在京城，是来黑省下乡的知青，想买个房再买个工作，就不用下地种田了。实不相瞒，闺女，我这房被洪秀章惦记上，你有把握守住，就给婶儿500块，今天可以过户。50平米左右的院子，一间正房，外加一间自盖的杂物室，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我本来计划卖700块的，有几家问了又走，前有洪秀章盯着，后又有黑市看上，我怕保不齐自己哪天嘎都不知道怎么嘎的。不过婶子还算有良心，把利弊全给阮线线说了。阮线线可怜对方的遭遇，但有一说一，350外加这些家具，行，咱们现在就交钱过户。350不行，最少490。赵婶子果然只爱给人便宜10块钱，两人你来我往了一阵，最后阮线线以430拿下。趁着时间还早，两人来到房管局过户，很顺利，一会儿就办下来了。倒是一个小眼睛男人，目光贼兮兮的盯了两人好大一会儿。女同志跟这位大娘不是亲戚吧？别被人骗了，买了不该买的房，引火烧身。多谢提醒。同为抢钱的阮线线说不上厌恶那帮人，谁也没比谁干净，只是敢把主意打他身上。呵呵，抱歉，正愁下一家打劫谁呢？等回到新家，赵英子把钥匙交给他。再早前院也都是我家，只可惜家产被公爹败光了，只余下这一间独门独院，希望你妥善打理，家具什么的都是还他爹亲手打的，还可以用。出于好心，也是怕对方被拦截回来纠缠不清。见人提着收拾好的行李要离开，他叮嘱一句：出门直接去车站买送站票，随便上一辆车，离开这里再做安排。等到婶子离去，阮线线笑容灿烂，3辈子她终于有家了。愿我的房子开遍大江南北。同志，没有地方了，可以拼桌吗？你们随意。说完，继续努力扒饭。大白，你让查的事情我查清楚了。那老太太因着海外关系下放到附近农场，人在第一批返程名单中。嘎者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还未公布返乡名单。嘎因和那老太太关系不大，两者并未有明显矛盾。嘎者的住所已经派人盯着了。下午开始，陆续有3批人进出搬运东西。对了，那老太太有一个孙女，在你落脚的大队插队当知青。这俩说的别是他奶奶吧？女同志慢点吃，我们不跟你抢。阮线线全当听不见，他看看自己的大鱼大肉，又看看对门的馒头咸菜，表情一言难尽。闹心不吃了，打包带走。齐国富看看不高兴的小姑娘，又看看时不时扫人家一眼的疙瘩，表情微妙。女同志怎么称呼？别误会，我们不是坏人。别做梦了，吃的我要打包带回家慢慢吃。大白，我没说什么吧？是没说，但对方明显有被你冒犯。不是你先盯着人家姑娘的脸一个劲猛瞧，我干什么了我？他今早出现过河滩，从你帐篷里钻出来的。有给爷爷吊完丧的阮同志回来了。我爷爷每月至少都要嘎几次，你老得学会习惯。有你是他的福气。我不过请了几天假，你老至于堵门等人吗？当我乐意来，当谁乐意来？我好好的大队几年不出事，你们几个搅家精一来，见天出幺蛾子，这么能耐打个瞎嘴婆子干嘛？去战场打鬼子啊！他成了被骂怀的纸桑。听到他声音，一只黑鹅摇摇摆摆回来，阮线线一把薅住鹅脖子。蛾子，跟妈妈说说，谁惹到我们大队长，让他发这么大的火？胖子打人了，把王麻子一家3口按在水田里抱踹，喂那病秧子吃水蛭。我也吃了一只。胖子说的是木下，王麻子就是刚来那日李大嘴说给木下介绍的那家。他对着大队长嘴一秃噜，准是王家欠儿先惹下了。知青那么善良，怎么会主动打村民呢？欠就把人家腿踹骨折了，善良你睡房梁。阮线线无言以对。这时木下出来，把他拽到身后。腿断了我给他治，下次再来我还踹到他截肢为止，胳膊腿儿甚至人命都有价。大队长说他王麻子那条腿值多少钱？对上他没有半丝玩笑冰冷的眼睛，大队长一团火被浇灭。你不许再打人，你不许再睡房梁，谁敢阳奉阴违明知故犯，明日起就去给我挑大粪。木下，招娣吃包子吗？陈招娣看了眼，咽着口水，避开眼说不吃。木下大大方方拿了几个，吃完拿出钱票交给阮线线。老你想着我，大老远带回来，那钱收了。国营饭店的肉包限量，每天就卖那些，给钱就行，不用票。你们这么好的姐妹，吃几个包子还要钱？不是我说，线线你太计较了。是的，我这人最计较了，不像文同志，头顶梳下来的虱子都能包包子，省钱。你在爱越我脏，在乡下谁身上没有虱子？过段日子你们也会有。线线要早些习惯啊。他是知道怎么恶心人的，可阮线线这人软硬不吃，谁恶心他，他就让那人比自己更恶心。我叫你不洗头，我叫你长虱子，我在这屋一天，你一天给我洗2遍头，我倒要看看人长虱子是环境的错，还是自己不洗澡不洗头的过。3天没见到你，是家里出事了吗？屋里怎么了？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哭？我爷爷嘎了，温柔哭丧呢。
叶国一脸沉郁，身后传来泰山的暴雨。天天上工回来还要洗衣服，找个女人结婚就好了。你刚刚说什么？我就说洗衣服太累。不是，下一句找个女人回来伺候我就好了。不用娶媳妇，女人替男人洗衣服天经地义。晚饭时我们和女知青说一下。那我就代表女知青答应了，回头我就跟他俩说。谢谢木下，我们女同志轮班负责洗知青点的衣服，作为交换，做饭烧水的木柴由男同志承包。第一个月脏衣服全部由你们先负责，明天开始记得下了工早点回来。两人谁都没接话，上赶着给别人做老妈子，希望不要后悔。还有阮同志你，明天轮到你做饭了，你们吃辣吗？哇，吹，不辣不欢。来自南方的温柔皱眉，我们那里都不吃辣太伤身体。小阮喜欢吃辣吗？那你明天可以拌个黄瓜青椒丝，只是这几节青椒刚刚种下，都没有成熟。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明天尝尝老娘手艺。有些人啊，折腾半天还不是被打回原样，继续睡凉继续舞啊，不睡上边是因为不想嘛。说完，听见阮线线呼吸重了3分，明显不高兴。他心满意足，裹着被子睡去。不信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月朗星稀，夜深人静，最适合搞事。姓阮的，你脑子有病吗？大半夜唱什么歌？吃饱了撑的吗？来的那天我说了啊，习惯睡高处，不睡高处就择席，择席就会不由自主唱歌。打又打不过，柳夏天终于面对事实，抱着被子一言不发去打地铺。温同志，趁我还忍得住，快睡吧，能睡多久睡多久。温柔不敢睡，温柔想嘎人，模模糊糊刚睡着。你昨天半夜为什么唱歌？其实我也不知道，半夜唱歌还是家里人跟我说的。医生说我一紧张容易犯病，会干出意料之外的事，例如把家砸了。下乡前堂妹和她未婚夫非要惹我，我一怒之下犯病，把家砸了。戏精阮线线看戏演的差不多了，施施然的去洗漱了。这样下去不行，她必须离开宿舍。可不住宿舍，她还能住哪？温柔猛然抬头，后院那里有一间荒废的杂物房。你们还记得几年前大出血嘎在里面的人跟大队长说，让他去住那屋，这个宿舍有我没他。阮线线第一次上工，不过她一点不期待。3人到时，温柔等人正神情激愤的在大队长面前说着什么。小阮啊，听说你半夜不仅唱歌还打人，我昨天说了什么？你是一点没记住啊？这个我真不是故意，大夫说我一旦受刺激，犯病的同时会伴有暴力倾向。他们说让你独自出去住，你不搬，他们集体搬，这是你怎么说？10年老兵，像红军竟看不出这孩子装的还是真的？真有病，家里会放任一个患有神经疾病的女孩子独自下乡？家里同意，组织也不能同意啊。可你要说他装的，这孩子言行举止处处透露着不正常。可以啊，让他们搬吧，我没有意见。大队长一夜决定再看看，如果明天依然有人向他反映，那他也只能把这货赶去横死过人的那间房自个睡，看你温柔柳的夏天能熬多久。传说小队长刚自担任小队长以来，专治各种不服。他告诉第一天上工的阮线线，秧苗要倒着插。于是小队长是这样倒着插秧不？炸裂！当了3年小队长的刚子，从未有此刻炸裂。于是他让他去玉米地里拔草。10分钟后，阮线线，老子让你拔草，你给土坑里闻什么呢？拔草啊！我分辨不出玉米苗和杂草的区别，只能靠鼻子闻。玉米苗和杂草那么大区别，你哒哒哒的分辨不出来？都是绿的。把他弄走，现在就把他给我弄走，他不走我走行吗？经过无数次尝试，大队长终于印证一件事，这孩子有病，有大病。你跟我来趟大队部。伺机而动的木下一个箭步窜上来，两手搀扶住阮线线。姐们，不介意我盛1把东风吧？那2两红糖？什么红糖？没有红糖，我欠你2两。这还差不多。小阮，需要我向组织上报吗？你的情况可以回城。阮线线低着头，扣了扣手指。我爷爷这么精彩的画面，真想去车到现场看看。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特斯拉，才花了9万9。瓜子有上万台不同配置的奔驰、宝马、特斯拉，比线下店选择多了。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送上门试开3天。买卖二手车，我推荐瓜子。听，知道了知道了。你爷爷每个月要死几次？现在好好说话，能比老提他吗？我爷爷不要我了，如果给您添麻烦，您可以把我送还回城。去最艰苦的大西北农场也没关系，我没家了，组织安排哪去哪。木下知道，虽然有卖惨成分，但阮线线说的都是真的。每个月给大队上交1只野猪，换我们2人只赚人头分，这样行吗？大队长，粮食也自己解决，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了他。野猪算了吧，山上太危险，你们俩只想赚人头分也不是不行。丑话说在前面，农忙时节需要正常上工，到季没了口粮，大队可不会借你们。至于住处，知青点后院有一间前面人留下来的小
小屋，收拾收拾可以住人。你们俩，大队长，我想自掏腰包在隔壁盖一间，相信凭我们俩的武力，没有哪个不长眼的敢找上门。本想他俩住一个屋，听了木下的话，又看看他那大体格子，小屋住不下。那也行，事先说好，将来你有机会回城，这屋子归大队所有，盖房的钱大队概不退还。没别的事，你们先回吧。小屋收拾收拾，那新盘的炕没几年，通通就能住人。我给你们魄力，希望自此后二位少给我惹点麻烦。今年的优秀大队平头村势在必得，谁把好事给我搅和黄了，别怪我翻脸不认人。大队长，好人有好报，今年的优秀大队必定属于你，属于我们平头村。借你吉言。阮羡羡笑笑，他这可不是吉言，过几天大队长就知道了。借你的光，姐姐的双口皂分你一个卤眼，以后单独分出来吃吧。好，嘴上答应。阮羡羡依然没死心，让温柔和柳下添端屎端尿，把饭喂进他嘴里，至少要把他们前世在自己身上造的孽一一讨回，翻倍报复回去，才不枉前世举目皆敌的自己。最后再多说一句，买车我推荐瓜子。心情舒畅的两人正准备去村里换些炕柜炕桌，却被温柔叫住。你们等等，今天起，咱们知青点的柴火由南知青负责，公平起见，南知青的衣服由我们女生清洗，你俩负责第一个月。叶国打的什么主意，我心里门清，坏了阮羡羡名声，让她不得不嫁给他，给男人洗裤袜的名声一旦传扬出去，可不比他在田里倒立撑死被人说一句有病，一旦沾染上不检点的名声，他在这种口铄金的乡下肯定寸步难行。这是谁牵的头？南知青，怎么了？你同意了的。互帮互助的事，南知青也的确帮我们解决了体力不足砍柴困难的麻烦，有问题吗？阮羡羡一扯木下，知道了。你不是那被人排挤出知青点出去当锅的阮知青，有什么事吗？什么排挤不排挤？婶儿，我跟你说句贴己话，知青点负责人就那个姓叶的叶国，他祖传尿裤，不愿意洗自己的骚裤茬子，温柔温知青心疼，就主动把火揽下，那知青点前院住不了了。闺女，你和我详细说说，尿裤还能祖传？咋就不能？白天尿裤，晚上尿床，听说他爸他爷都有这毛病，亲妈生完兄弟两人早早跑了。不就是那玩意坏了？没坏，是天生祖传的。哎呀，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村东头的脖子还要把闺女嫁给那姓叶的，这不是害了孩子？不行不行，我得跟菊花上脖子家说道去。梅兰竹菊加上一个李大嘴和马大脚，并称平头大队最难缠人物。对了，阮知青，你们是来换家具的吧？我家那口子在后院，要什么自己过去挑。等到两人走回知青点的时候，一名送信员在知青点门口吆喝：“阮羡羡，阮知青在不在？这里有你的信。”两人快走几步，就见一边准备上工的蒋文礼伸出一只手：“同志，阮知青出门了，信给我，我帮你转交吧。”送信员没多想，正欲将信递出，信件要交到本人手里是常识，我爷爷是旅长，万一里面的重要信息落入别有用心之人的手，这个后果同志你来承担吗？送信员开始不太在意，听说他爷爷是一位旅长，态度马上正色起来，保证不会再犯。前世蒋家兄弟以代收之名，没少偷看我的信，知道我不受家里待见，把我列为可拿捏目标，估计要不是忌惮会关心我的楚离，一早就下黑手了。阮羡羡是吧？邮局里有几个你的大包裹，想着尽快拿走。我不知道你的信件那么重要，他爷爷竟然是军区旅长嘛，这么漂亮的人儿不能上手真可惜。现在知道了，以后离我和我的信远点，小心手伸太长，被人把爪子剁了。他太过分了，文礼同志明明是好心。除了楚离，知青点蒋文礼长相最出色，实在攀不上楚离，蒋文礼他也是乐意的。要一起上工吗？好啦，傻逼。洗衣裳的事你安排好了吗？温柔刚想点头，就是他，不仅尿床还尿裤。哪呢？那裤裆也没湿啊！你们说的都不对，我明明听说他是个天阴。胡说八道！再敢造谣，我撕烂你们的嘴！快点！他恼愤怒了，那叫恼羞成怒。家里没孩子上学吗？叶国正想把这几个碎嘴婆子轰走，直觉不对的温柔开始后退。叶国，你哒的个性无能，你骗老子！打人了，大队长，瘸子打人了。本来一脸伤心，被父亲带来讨说法的小姑娘，一听叶国骂他爸是瘸子，也不哭了，冲上来一顿哐揍。你才是瘸子，你不仅是瘸子，还是无脑。一旁的婶子看热闹不嫌少，都去拉偏架。都给我住手！怎么回事？说不好，今天动手的人工分全扣。大队长，这几个人一上工就跑我这来说点有的没的，这瘸子更过分，上来就打人，今天必须给我个交代，说不清楚我就报公安，太过分了！村民集体欺负知青。他们说你什么了？他们说
他们说。看着叶国支支吾吾，一旁的撒婆娘缩头缩脑不敢言。平复呼吸的钱伯子开口：我来说吧，这小子半月前说娶我闺女，我看他是城里来的，这几年在咱村又踏实肯干，就打算把闺女嫁给他。今天才听说他不仅是个无能，还尿床，这不是骗婚吗？开始叶国还有点心虚，他想着自己该娶媳妇了，可钱只够娶个乡下没什么见识的村姑，大队长家看不上自己，于是他盯上家庭成分简单的钱多多，家里就一个脖子爹，娶回去洗衣做饭生孩子，不能回城，这辈子也就这样。有机会回城，他可以一走了之，让这瘸爹独女也做不出什么。可听那瘸子接下来的话，说什么自己尿床还无能，他急了：没有，我身体好得很，你们简直造谣污蔑，胡说八道。别看我是小阮知青揭发他尿床的。对了，你这闺女，你说她是不是尿床？你还帮她洗骚裤衩子了。真尿床？尿床不一定，可这叶知青年龄也有23、24，搁咱村里的娃，这岁数不结婚就是老光棍。他那方面没点毛病，会不结婚？漏尿的裤衩的多臭，温知青不嫌膈应吗？他图啥啊？这就不懂了吧？现在的年轻人讲究自由恋爱，你眼里的狗屎，怎么就不能是别人嘴里的奶糖？没有，我从没有帮他洗什么衣服，也不知道叶同志尿不尿床，我没有。你有，你就有，阮知青亲口说的。县，你去知青点，把那搅屎棍给我叫过来。冤枉啊，大队长！明明是温知青说给男同志洗衣服，不信你问知青点的，大家都听到了的。有人洗衣服，谁会拒绝？楚离跟吴学良倒是惊讶，昨晚他俩在山上开小灶，还真不知道。没错，我可以证明，事情由叶同志起头，温知青做主答应。一旁的陈招娣也弱弱举手，我也能证明。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男同志以后砍柴挑水，作为交换，我才会答应帮他们洗衣服，分工明确。我本是好意，我发誓，从没有说过叶同志尿床和不行，都是阮同志臆想并且恶意传播。这是真不懂替男人洗衣服代表什么意思啊？这是传出去以后还怎么议亲？婆家不得嫌弃啊！现在的都喜欢手脚麻利会收拾屋子的小姑娘，我最近才刚收拾好屋子，顺便把全新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还有 AI 发布和托管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血了好几千，闲鱼真的太神奇了。真的吗？闲鱼这么神奇吗？真的，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好的，一会我也去试试。县，这个搅屎棍才下乡几天，他是真把添油加醋传老婆舌头那套玩明白了。温知青，你所谓的分工明确，我同意了吗？我需要这帮软脚虾帮忙打柴。除我楚叔叔，男知青有一个算一个，力气比得上队里半大孩子吗？改你那爱替人做主的毛病吧，当自己还是旧社会的地主呢。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要问叶知青，你不尿床，让人帮你洗什么衣服？你不无能，谈个恋爱为什么偷偷摸摸，生怕人家姑娘父母知道？你不拉裤，不嫌弃自己，为什么提这种无理要求？就是没在裤里拉尿，干什么要别人洗？姓阮的，我和你拼了！这孩子吃铁长大的吗？大队长简直痛心疾首，这么大力气种地不好吗？楚离目光环视一圈，拎起阮线线衣领就走。逞什么能？脚崴了吧？现在的孩子真不长心，那男人的衣服是好洗的。呵，我说你还真信？这么明显的欺生算计看不懂，想害别人名声是真，坏心眼子也是真。都回来了啊，正好，我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温知青想帮男同志洗衣服的提议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老规矩，2人轮洗1个月；新规矩，1个月后投票还要不要继续？现在同意的举手。阮线线自己举着棍，木下第一个复议举手，陈招娣第二个，王美丽、蔡淑芬本打算装死的，在对上她丝毫不掩藏恶意的眼神后，颤抖着举手。柳夏天既不举手也不反对，冷笑一声就想回屋。你要退出集体吗？阮线线，你不要太过分。集体活动你不支持也不反对，不是想退出集体是什么？柳夏天也大概看出来了，阮线线就是想整温柔，这是自己没太参与也不害怕。那行，让我同意有一个要求，不能把我跟温柔分在一组。阮线线挑眉，既没同意也没拒绝，柳夏天就很识时务的举起手来。恭喜温同志，你的提案全票通过，第1个月的衣服就由你负责清洗。凭什么？这话问的，主意你出的，谁提出谁执行，这么浅显易懂的道理不明白吗？等到一摞又脏又臭的衣服堆在跟前，温柔差一点恶心吐了。没事啦。能帮楚离洗衣服也是好的，提议由我率先提出，我做榜样带头是应该的。楚同志，你的衣服呢？拿来帮你一起洗了吧。抱歉，不习惯让陌生人触碰我的东西。好意，谢谢了。
接上集，就在温柔在河边刷毛肚、七上八下洗衣服的时候，这边阮线线已经坐下来开饭了。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暖房宴，我敬各位一杯，尤其是大队长，您操心了，没有您的成全，也有不了我今天。为啥我觉得自己像助长邪气的那股妖风？阮同志还需要别人成全，不都是你自己争取的吗？都快尝尝我的手艺，尤其饽饽炖小鱼，地方特色菜，鱼粮同一锅，小鱼滋味鲜美，饽饽上面暄软，底面嘎嘣脆，还有这些可乐、炸鸡跟薯条也非常的美味。最近我经常在闲鱼抢省钱神券，好多低价套餐都特别的省，闲鱼真的太神奇了！哇，闲鱼真的太神奇了！那我下次办暖房宴也在上面抢省钱神券，请你们吃饭。一杯酒下肚，几人吃的满嘴流油。线线，搭伙吃饭不？烧火洗完我包了，你就负责做。跟我吃，你不瘦身了？他可是注意过，木下不仅每天坚持跑步、深蹲等运动，手头宽裕，也坚持吃粗粮。问就是他在瘦身。不搭，我还等着别人把饭喂到嘴里，你休想做梦！不搭，不搭就不搭吧。被拒绝，木下倒不觉有什么，像阮线线有什么说什么，恣意不做作的性子跟他还挺合得来。只是我造搭好了，可厨艺就是熟了能吃那种地步。你吃肉，我央炕，这日子还咋过？吴学良眼睛都亮了，想都不想卖了兄弟。这还不简单，穆同志找楚离呀，处理手艺不比线线差。好啊，本来我也想自己搭个灶，可惜去晚一步厨房没了地方。这个圆咕隆咚的女人眼里没有我厌恶不喜的痴迷惨烈，如果能跟对方成为饭搭子也不错。太好了，终于不用再吃那无法下咽能当武器的粗粮饼子了。关你屁事！吴学良欲哭无泪，最后三人敲定，楚离做饭，吴学良打水、捡柴、洗碗，木下就负责吃。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个被人把饭喂进嘴里的机会？后院有酒有肉有笑声，对比前院啃着粗粮饼就西北风的众人格外凄惨。跟我也就算了，阮同志对我有误会，我以为他请吃饭不看僧面看佛面，至少会叫上你们。哎，是我高估他了。谁稀罕？阮线线不过是个爷爷不敬，奶奶下放的坏分子，3天没回来，一准是去农场看他那改造饭的奶奶了。哼，上梁不正下梁歪，我看他能神气到几时？你怎么知道他奶奶是坏分子，还在附近农场改造？这么重要的事，弟弟怎么一早不说？我跟他堂妹是同学，这些消息都是临走时他堂妹告诉我的。磨蹭一上午，赚够了人头份的阮线线打算下午就进城。除了置办物资，几天过去，奶奶那边也应该有消息了，去打探一下。阮线线独自骑着自行车出村，路上碰见兰花婶时，对方特别热情招呼：“阮同志进城啊，正好我也要进城办事，你捎我一程呗。”阮线线不准备理会，后座忽然被人抓住，跟你说话呢，没长耳朵。我没长耳朵，你还没长腿，让我烧就烧，以为举世皆你妈？脚下大力一蹬。老娘坐你车是给你脸了，你个臭改造饭家狗崽子，呸，该活该你奶奶下放累死在农场。重生后的阮线线改变了上辈子奶奶必死的悲催命，但她是改造饭孙女的消息这辈子依然传遍全村。她想亲自去一趟确认奶奶的情况，可是耗时太久，不知道用阮老头又死了的消息向队里请假。大队长会不会爆炸？先找人打探一下消息。喂，这里是华东军区，请问找谁？你好，我找阮军，阮副团长。阮军，阮老头的长子，阮线线亲爸的双胞胎大哥。他爸走的是抛弃落魄娘、谄媚当官爹的人木桥，而大伯想的是混出个人样给母亲撑腰。可惜在奶奶下放后，大伯却是多年待在副团的位置上，无法再进一步。上辈子大伯回从一死于一次任务中，大堂哥和堂姐也一直毫无音讯。想到过去种种，但凡让阮世美和他小老婆生下的儿孙有一个好死，他阮线线永世不再入轮回。阮副团不在军区，你可以留下姓名，或者过一段时间再联系。挂断电话，又从邮局领了5个大包裹的阮线线知道，大伯不在军区，多半是外出执行任务了。消息打探不到，那他只能亲自去一趟农场。晚上回不来的话，就请阮世美再死一趟吧。哦，奶奶从农场出来了。她惊喜的正打算扔了自行车上前打招呼，严凤华却微微摇了摇头。这都是第一批返程的下放人员吗？可奶奶为什么拒绝我上前相认？不过看到人好好站在面前，她也不急了，可能是她停留时间有点久，一道不含任何感情却强烈的视线落到身上，她脊背一麻。到了无人巷道，连车带包裹间服下一瓶隐身药剂，退回县办。这次被洪水冲毁的河坝位处重要节点，齐某请各位来此，就是共同商议如何在不破坏主结构的情况下修补加固河坝。劳烦了。阮线线确定奶奶没有危险，而是参与到什么任务中，她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于是再次化身草妞，开始活动于各大家属院和胡同之间，大大赚了一笔。心满意足的阮线线刚拐上乡道，从吉普车上下来一个男人。阮线线越看这人越觉得熟悉。这不是上辈子抗洪抢险住在知青点隔壁后因为残暴虐杀村民被捕入狱的风白风团长吗？同志，有事吗？同志，回平头大队。是啊，兵哥哥有事，你车坏了吗？可我不会修车哎。顺路捎你一程。
新来插队的知青，上工第一天没在队伍中看到你。第一天？哦，那天我请假去农场看奶奶了，你知道吗？我奶奶人特别好，文能科研振兴祖国，武能扛枪上阵杀敌。可惜遇人不淑，让我爷爷那个老渣男辜负了。你知道我爷爷多过分吗？别人去前线抗日杀敌，他去勾搭小护士，那小护士也不要脸，老逼头20多岁说自己没结过婚，他还真信，明眼人都不能相信。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风白冷冷嗯了声，阮线线就像找到知己，继续叭叭。他不仅不要脸，还特别恶毒。你说抢走渣男就回去过自己的日子呗，非要跑我奶奶面前挑衅找茬，最后跟老渣男一起把原配举报了。这种人是不是特别可恨？地方到了。哦，同志会喜欢那样不要脸又恶毒的小护士吗？不会喜欢恶毒的小护士。阮线线被平头大队村民孤立了，原因阮线线总结为3点：他有钱，他成分不好；他有钱成分不好，还不给人占便宜。为了彰显神威，木下暖房宴那天，阮线线单手拖着一对石头做的哑铃，围着村里走了一圈，最后把哑铃送给了木下当礼物。送你的礼物喜欢吗？阮线线，你不抠，哪怕花1分钱给我准备礼物，会死吗？哟，这不是后院3朵金花的其中之一吗？人家木下乔迁，你怎么不吃完饭直接住下来，还回来干嘛？怎么人家单过出去吃香喝辣过好日子了，怎么不带上你呀？该不会是那2人看不上你的出身，嫌你囊中羞涩，不带你玩了吧？陈招娣眼圈都红了。夏天，你就别戳人心窝了。要我说，那2人根本就没拿他当好朋友，否则都不差钱，1人出20块，或者木下脑屋盖大点，怎么不能拉他一把，还留他独自在这里承受你的怒火？你们闭嘴！是啊，为什么不能拉他一把？脑中刚刚产生这个念头，陈招娣猛然摇头。不是的，线线和木下都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能有一瞬间产生这样的念头？唾弃自己的陈招娣躲进被子里蒙头大哭。下雨了，这场雨过后，后山会长出今年第1场蘑菇，大队长明天势必会带领全村上山采蘑菇。你想表达什么？你就不想要阮线线身上的钱财？温柔，别装了，这个知青点数你手段最为阴毒狠辣，我们合作吧。明天你负责在山里缠住阮线线，我们集体进山。如果这时候阮线线的钱全丢，也怪不到我们头上。我注意过，他那间房压根没锁，你只需要让他把天天背在身上那个装钱的腰包放在知青点和上山缠住他，我找到的钱分你1半，怎么样？温柔疯狂心动。有了2000块做家长，楚家应该会接纳我的吧？让他把装钱的腰包留在知青点太难了。叶国，我要所得7成。7成？你可真敢说！手我动，危险我承担，到头来你却想占大头，不如我们换换如何？我负责引走阮线线，你来动手。温柔自然不愿意动手，万一他在动手时候被人抓住，下半辈子不全都完了？好，我答应你，5成就5成。我们明天先这样，再这样。山里很危险，下午进山采蘑菇时不要掉队了。另外，大家别穿新衣服，容易被树枝刮破。还有夏天，别再背你的水壶了，你忘记去年丢山里了吗？然后看一眼阮线线身上的包，你也是，包就留在知青点，担心进山让树枝挂掉了。可我的钱都放在腰包里面呢，不贴身丢了怎么办？你能有几个钱？再说知青点大门上锁，还怀疑村民会翻墙进来偷你的钱，放不放随便你，注意袖口裤腿拿绳子绑上。他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一味相劝只会引得阮线线怀疑，况且他跟叶国也做好2手准备。那我还是放屋里吧。兰花婶，我养的那只大黑鹅不仅会找蘑菇，还会翻跟头。你见过翻跟头的黑鹅吗？翻跟头的鹅没见过，地里打滚，道里插秧的人倒是就在眼前。你那鹅真会翻跟头。哼，我还能骗你？不仅会翻跟头，还会找蘑菇呢。昨天我见那鹅嘴里叼了条2斤多的草鱼，有孩子想抢，没抢过还被拧了，那鱼给你叼回去了。当然，我家的鹅子经过灵泉喂养，本就开智的脑袋瓜越发聪明。一个成年男人不仅打不过它，鹅子还常往家带野鸡蛋或者鱼。前天还拖了2斤白面回来，不知道谁惹到它被偷家了，这鹅子可记仇了。那你怎么没把它带过来？这不是忘了吗？没什么收获才想起它，不跟你们唠了啊！我下山去带鹅子上来，婶子们慢慢找。我们刚才可没驱逐你，让你跟后面占了不少便宜，怎么这就要甩了咱们？不得已，阮线线只能领着4个怕他跑了的婶子一起下山。从你跟温柔眉来眼去开始，我就发现不对了，一直盯着你们呢，没想到你们的目的竟是如此，胆子可真大！别废话，见面分1半。叶国气得想打人，被蒋文明一把拦住。你想闹出动静被人发现吗？叶哥，找钱重要，别再担得下去，小心迟则生变。3人明显达成一致。叶国喘着粗气，肺都要快气炸了。2000块5个人平分，亏大发了。等到众人一脸贪婪兴奋的把包抬出来。
不可能，怎么会是报纸呢？怎么会这样？他根本没有钱，一直都在戏耍我们。不好，快跑！这是一个请君入瓮的局。叶国也反应过来，惊慌的正要夺路而逃。正当此时，鹅怎么不会翻跟头？鹅不仅会翻跟头，还会倒立洗头。你就吹吧，待会看那鹅不翻，你要如何收场？怎么办？怎么办？阮羡羡那魔鬼知道我们偷他东西，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他会报公安的。他这会肠子都要悔青了，自己明明没参与，为什么要自投罗网，搅进这滩浑水里？发现事有不对，告诉阮羡羡本人，没准还能从他那里换个好。现在全完了。闭嘴，听我的，待会袭击最先进来的人，我们趁乱跑出去，跑进山里，只要没现场抓住我们，他钱又没真的丢，还能把我们怎么样？目前只能这样了，距离大门还剩不到5步时，阮羡羡耳朵动了动，忽然站在原地不走了，把诅咒他奶又在大队散播谣言，跑到大队长面前告状他该多干，干最重的活的兰花婶子让了出来。兰花婶，你拉开门喊蛾子就出来了。裴兰花白眼一翻，暗自骂他逼事多，实则手已经伸出去。来人啦！救命啊！有人杀人啦！不好了，爹，大队有人入室偷盗，还把人打伤，流了好多的血。颠簸阮羡羡故意漏财，把钱换成报纸，来了一招请君入瓮，反过来冤枉小偷，把他的钱换成了报纸。说吧，出了什么事？不上宫，不进山，躲在这里聚众生事，你们可真能耐啊！是阮知青、春波太辛苦，我们就想抽空回来休息会儿。是阮知青带着一帮人冲进来，不仅污蔑我们偷他东西，还对着我们喊打喊杀。对，我们都不知发生了什么就遭遇殴打。大队长，您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竹子前个吓唬我家小孩，说吃糖牙齿会爬虫，硬生生把糖从孩子口里抠出来塞自己嘴里。对，王菊花自己家的鸡没看好跑出来，非说鸡蛋生我家了，让我还给他，不给就躺门口又哭又闹。沈梅花，众人七嘴八舌，声声控诉。大队长头都疼了。往日嚣张跋扈的3大婶子露出惬意。叶国几人对视，微微松一口气。一旁的阮羡羡啧了声：“大队长，我要报公安！我跟4个婶子回来报鹅。”一开门，从我屋里冲出好几个人，对着兰花舍下杀手，凶器还在那呢。我们那属于自卫，是你们强闯出手在前，放屁分明是你们进了人小知青的屋，被我们堵个正着。对，你们不安好心，被我们堵在屋里，还要行凶伤人。你们这几个哒哒哒的，阮知青，我们支持你报公安。大队长，你是没看见，这白白净净的小年轻下手，可是奔着兰花性命去的。我们村万留不得这种人，报公安，一定要报公安，让他们蹲巴黎子，吃花生米。军人出身的向红军通过现场痕迹和几人反应，心中已经有了大概。阮羡羡，你进屋去看看都丢了什么？叶国等人顿时慌了，这话分明就是相信几人偷盗。我不进去，进去会破坏现场，还是等公安过来调查吧。真的假不了，小偷跑不了。就在这时，村长跑了过来，不能报公安，报公安会影响优秀大队评选，明年要少拿多少化肥，还有工农兵大学名额。孩子，你去看看都丢了什么，让他们把东西还你。听我一句劝，事情闹大，一旦报了公安，他们死咬住不交代赃物下落，届时你可就人财两空了。阮羡羡好像被说动，请大队长和村长跟他一起进屋查看。屋子并没有被翻得乱七八糟，最醒目炕中间一个腰包大敞4开，几捆报纸掉了出来。大队长，我包里1000块分家款和1000块赔偿没了，加一起2000块钱，全部被换成了报纸。什么2000块？整个公社的公款加一起没有2000块呀！叶国潜能。叶国死咬紧牙关，屁得2000块，他们一根毛都没有找到。红军报公安吧，2000块够这几个贼骨头吃花生米了。一听要报公安，自认无辜的柳夏天率先绷不住。是他们计划偷阮羡羡的钱，我出于好奇跟过来瞧热闹。大队长，你相信我，我真的1分没拿。柳知青说的没错，我们都是发现叶国行迹鬼祟，想跟上来阻止，来了才发现阮知青包里压根没钱，根本就是报纸。颠簸阮羡羡把钱换成了报纸，然后来了一招贼喊捉贼的戏码。是我起了歹念，想要偷他的钱。可大队长，你相信我，那包里真的只是报纸。完全否认已经不可能，干脆咬死那包里根本没有钱。大队长眼神狐疑看着阮羡羡，那就报警吧，2000块，我的后半辈子就指望这钱过活，钱没了我也活到头了。向暖，你骑自行车去县里请公安。向暖点头就想走，见他们来真的，叶国彻底慌了。不能报公安，不能报公安。阮羡羡，那包里有没有钱，你自己心里清楚。这次
次是我鬼迷了心窍，你也没有损失，我愿意道歉赔偿，怎么样？是，线线，我不应该在你下乡刚来那会欺负你，我错了，只要不报公安，我向你道歉，以后再不敢了。阮线线正想说什么，满头大汗的会计欣喜从村办跑来。大队长，好事啊！省城来领导给咱村的阮知青送表扬信。什么？省城来人了，还是来给阮线线送表扬信的？叶国等人身体彻底瘫软下去，完了，彻底完了。小阮，你干什么了？能让省里来人？快跟我去面见领导。我钱还没找回来呢，估计是火车上疯老答应他的表彰信到了，时间刚刚好。向红军激动的心情刹那冷却。钱呢？还不交出来？真想进巴黎子吃花生米。柳夏天欲哭无泪，他们真的一毛没拿到啊！有了省里来的表彰信加持，今年的先进大队稳了。向红军内心纠结万分，他退役军人的身份和他大队长的身份让他左右摇摆，到最后公正占据上风。刚准备叫闺女去报公安，村长开口了：“丫头，这事你怎么说？要知道你现在也是大队中的一份子，后半生还要在大队结婚生子，事情彻底闹大对你没有好处。听我一句劝，撕了行吗？”这话一半相劝一半威胁，阮线线好像被震慑到了，妥协开口了：“可以不报公安，但他们必须补偿我的损失。”见他终于肯松口，村长大喜：“去几个人进屋给我搜，挖地3尺，给我把阮知青的钱找出来。”一番大四番找，叶国找到31块，柳夏天7块，蒋家兄弟98。你们还不交代，真想蹲巴黎子吗？四人又急又怒，可无济于事。队长，别让领导等急了。我丢了钱，本应该将小偷绳之以法，可现在关系到优秀大队评选，不能因为我一人之事让全村上下跟着受过。这样吧，这4人必须写一张认罪书，把今日偷到我钱财的来龙去脉、偷盗数额、参与人数等一并写清。写完认罪书，再写一张欠条，规定多久之内还清欠款，期间一切所得优先还钱，包括工分、粮食、彩礼、嫁妆等任何途径财物所得，直至2000元欠款还清。哦，对了，还要再加一条，几人不得消极怠工，不得恶意拖欠。再有请诸位领导作为见证，在欠条上签字，做到上述所讲，我可以暂时不报公安。大队长，我要举报温柔温知青也有参与，错是由我温柔、柳夏天、蒋文明、蒋文礼5人一同犯下，我愿意接受处罚。你胡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大队长，我可以作证，我就是听到温知青和叶知青的密谋，好奇心发作才会行差踏错，犯下糊涂事，温柔才是主谋之一。你这个哒哒哒的，我撕了你的嘴！阮线线冷眼看着面前狗咬狗的一幕，想到上辈子顶着寒风洗衣服，粮食被克扣，干完自己地里的活，还要替他们干活，就恨得牙痒痒。他要知青点欠他的人，把他前世受过的苦10倍偿还，要他们只能活在他的阴影之下。欠条写好了，签字啦！5人咬着牙抖着手签下名字。柳夏天哭得比死了亲妈还惨。行了吗？行了吧？你就是旧社会地主，我们都变成了任你差遣的奴隶，你满意了吗？阮线线脸色一变，扔了欠条就走。这顶大帽子我可承受不起，还是去报公安吧。柳夏天，你闭嘴！阮知青，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诸位也看见了，我为大家考虑，本想大事化小，可他们把我比作奴役百姓的地主，万一他们哪天告到红袖子那里，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我承担不了，还是报公安吧。别，阮知青，他们真敢告，我们都给你作证。对，是他们手不干净在先，拒不还钱在后，不管告到哪，贼骨头还有理了。口说无凭，阮线线刷又写了一份证词，让村民签字，不会写字就按手印。他印泥都准备好了，差不多了，就剩一件事。什么事？认罪书啊！刚才说了，他们必须给我写认罪书，万一有人等风声过去死不还钱，或者干脆跑路，我拿着认罪书也能找官家，让官家做主，也能找到这几人的户籍地，让父母亲人帮忙偿还。5人坚决拒绝不写。认罪书一写，不等于死被阮线线拿捏在掌心，稍有不如意他就去报公安，他们还要活路，做梦死也不写。那我还是去报公安啊！上一秒立下的豪言壮志，阮线线只用一句报公安就能轻易破大防。我写。把你们什么时候起的心思，什么时候和什么人商量，对话过程，何人参与，以及犯案经过一一写明。在阮线线的威胁眼光下，叶国压碎后槽牙的把自己想偷了钱进城买工作娶媳妇，到请温柔帮忙，最后蒋文礼等人参与的犯案过程一一写明。阮线线，你最好见好就收。一模一样的，再誊抄2份。你还想干什么？备份啊，有备无患，看不懂吗？一份自己留着，一份交由大队部保管，最后一份给我京城中的长辈邮寄过去。今后但凡我发生一点意外，这份证据都要交到公安手中。我不幸身亡，不幸落水，被什么地痞无赖救了，被迫嫁人，被什么人牙子拍花子拐卖进深山，证据都会送到公安手中。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有一点不高兴，这份证据都有可能移交公安手中。经常看爽文的人都知道，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枉。颠婆阮线线一招狸猫换太子加请君入瓮，就把众人耍个团团转。
这么说，我们还得反过来保护你的安全，否则你自己摔倒磕伤跌破了呢，我们还得进局子。是的，我看在大队长、看在平头大队村民的面子上，暂时放过你们，但我必须保有随时追究的权利。你问问，换做在场哪一个人丢了2000块，还能有我这般心平气和？对啊，那可是2000块，全家一起种10年的，不一定能赚到2000块。不是不一定，是一定赚不到。换做在场任何一个人，今天都得疯。阮知青为了我们，可真是受委屈了，多好一个孩子。当然，我也不是逼良为娼那等人，你们也可以用功劳来我面前抵扣欠款。什么意思？好比蒋文礼打着人死恩怨消的心思想害我，你发现了告诉我，可以抵消一部分欠款。真的？当然，我还能骗你不行。蒋文礼想咬死拿自己举例的阮倩倩，一开始他的确有这个打算，但现在什么阴暗的心思都被他打得土崩瓦解，现在只想尽早把钱还上。啊呸，他压根就没欠钱，事情得到解决。老村长别有深意笑了笑，小阮去村办吧，别让领导久等。阮倩倩看着他，同样别有深意的笑笑。您带头不支持鲍叔叔，村长可要把这些人看牢，我钱追不回来，您可是主要负责人。大队长心情沉郁，今天事情的处理结果令他特别不满意。搁过去在战场敢向自己人伸出第3只手，他早亲手给压剁了。阮同志，你放心，叔在这跟你承诺，那钱1天没还清，他们1天别想走出平头村。我信你。他不是好人，却也会回馈真心待自己好的人。下乡以来，任他如何胡闹，大队长的种种维护他看在眼中，记在心中。见气氛不好，会计尬聊想缓解气氛。小阮同志，你做了什么好人好事，获得了胜利表彰啊？是帮了挺大一忙，火车上翻译拉肚子，我帮领导稳住了外宾，都说了是举手之劳，领导非要送表扬信，他也太客气了。挺大一忙跟举手之劳出现在一句话里，让人长见识了。小同志说的不错，你的确帮了咱们大忙。阮同志你好，我是封首长的警卫林瑞聪，很高兴见到你。前几日提及老首长还在为你的口才性格不能尽翻译不而可惜。封首长真是太客气了，相信谁遇上那种事都会站出来。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不能让洋鬼子站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嚣张。说得好。诸位领导大老远过来辛苦了，不嫌弃待会上家吃顿便饭，先里面请。吃饭就不用了，我们还有公务在身，过来看看小同志就走。这孩子可是老领导常挂在嘴边的好，插队来了咱们大队，村长可要上心给看顾着点。林瑞聪是什么人？一眼看出有猫腻，早早派人去调查了。是，领导说的是，这个臭丫头有钱不知道存银行，不存银行托我保管也行。现在闹的都什么事呀？知道你在乡下务农，这些都是老领导点名为你准备，趁着我在这，还缺什么你尽管开口。一旁的县干部一听，这话点他们呢？大领导都给了嘉奖，县里不拿出点奖励，岂能说得过去？没错，不仅大领导，县里也给你准备了奖励，想要什么小同志尽管说。既然如此，那他可就不客气了。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感受相通的人，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那我推荐 Soul。颠簸阮倩倩耍心机顶替了翻译，事后脸红心不跳的讨要了感谢信。县领导为了感谢阮倩倩，决定狮子大开口，说出来不怕诸位领导笑话。我下乡以来干活不行，惹祸队里第1名，是大队长不嫌弃，允了我拿人头分，是村民不抛弃，一遍一遍教我干农活。虽然现在做的还不好，但我真心感谢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如果有奖励，我想把这份奖励给予平头大队。这就把不干活的事在领导面前过明路了，新脑子果真好用。切，要我有这个机缘，给什么大队，自己往上升一升，也不是没有可能。温红军，好好干，继续努力，争取拿到今年的优秀大队。有这话稳了。向红军心情激动，他是前线退下来的伤兵，老家根基浅薄，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努力上进的比不上有权有势的。就这没了，不为自己争取点什么？一旁的县干部一听，骂了又骂。这就好比别人对你有救命之恩，你自己不想着报答，却对恩人许下子女婚约，子女招你惹你了，你省城你了不起？好吧，的确了不起，几时拨款，拨多少款，全看上头意思。老林说的对，大队是大队，你是你，不能混为一谈，别不好意思，有什么需要尽管说。谢谢领导的厚爱，能不能给我点奖金？不用多，500块就行。如果不能，我能把这奖励留到以后再用。暂时想不出来，以后再想也行，想多久都行。还有红军儿啊，你不是说大队里的牛养的特别好，快带我去看看。你呀，真调皮。
我怕再不狮子大张口，对方就要给我安排工作了。上班是不可能上班，这辈子都不可能上班。虽然工作到手里也可以转让，但我差那点卖工作的钱吗？相较于一个人情，好钢当然要用在刀刃上啊。说吧，刚才有人欺负你了，钱丢了怎么不报公安？要我帮你垫句话，别担心丢了的钱找不回来。在这种层面的人面前撒谎，相当于自掘坟墓。他有选择的说出事实。我早知道那帮人的计划损失没表面那么大，因为这事把人送农场，毁了下半辈子不值当，不给点惩罚又不甘心，搁我手里让他们改了小偷小摸的毛病，想到偷钱手就哆嗦，整治就完了。林瑞聪好笑，知道他有成算，并且没吃亏，就没有再深究了。疯老过上京，又会切一批洋鬼子回来，他让我问问你有没有兴趣上省城玩一圈。好啊，一次两次拒绝叫拿桥，次数多了就是不识抬举了。你答应了？对啊，火车上疯老邀请，我以为是长辈对小辈的关照，不想给领导添麻烦，现在知道翻译人员稀缺，组织需要，我义不容辞。但是您能帮我问问领导，义不容辞之外，我能不能有一点小要求？果然难缠，你就说要老封的底裤，我也给你。阮线线小手握紧林瑞聪大手，带味道的话可不兴说。感受手上力道，林瑞聪嘶了声，不动声色把手背到背后揉了揉。阮线线全当没看见，争取真正想要的，除了展现能力外，武力展现必不可少。就是1美元的东西，如果我卖了洋鬼子1.1美元，多出来那部分能不能给我当提成？提成就是奖金，多出来那部分能不能给我当奖金？如果行，这活我接了。如果我说不能呢？那我也会去。我们知识青年就是祖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为组织效力我义不容辞。只是这就好比看自己的孩子和给别人看孩子的区别，照顾自家孩子当然是全心全意，给别人看孩子尽到义务内的责任就够了。不错，别到处乱跑，在大队等我电话。哒们都出来，该算账了。阮知青，你刚走我就看到温柔藏钱了。那你把他藏起来的钱找出来，债务抵扣5分钱。柳下天大喜，5分钱不少了，换算成工分，抵他在地里忙活一早上了。于是马上搜温柔身上的钱。你干什么？放开我！对面3个男人脸色沉郁，他们怎么早没想到钱要分开放，否则也不会被刚刚的村民一锅端了。下午从你们的住所找到31加7加98，再加上刚才搜到的16块钱，共计152。不管你们谁人还多谁人还少，又或者平摊一人400账目，这152我给你们记上了，也就是说还欠我1848。我不同意分摊欠款，温柔和叶国是主谋，他们应该拿大头。哼，我求你参与了，要不是你们这几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或许出不了事。自己心术不正，怪旁人带歪，我还觉得你们这仨坏事的应该拿大头。这话换来了叶国的赞同，蒋家兄弟的不赞成。5人大有一副一言不合就开打的架势。瞧，稍一引导坏种们又内讧了。行了，账目怎么分配，你们回去自己讨论。152太少了，今夜前不管用什么法子，至少凑齐200块，凑不齐我就报叔叔。阮线线，你别太过分，这就过分了。上辈子他们克扣他的粮食，还逼他贱卖带来的行李，比现在更过分更甚。没钱总有粮，没钱总有家当吧？去村里跟人换，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子，晚饭后给我凑齐200块，过时不候。撂下话，阮线线回到后院自己的房间，正纠结今晚吃什么。一只嘴里叼了只大草鱼的蛾子摇摇摆摆进门，每天都要喂养这个不会狩猎的两脚兽，好乏啊！晚上我们就吃水煮鱼片，不吃鱼，想吃香香的小丸子。投喂了几颗灵泉水捏的棒子面菜丸子给蛾子后，阮线线进了厨房，开始做饭。啃着草的木下3人组闻着厨房飘出来的饭菜，香一脸怨。老楚，今个咋不是你做饭？穆同志说我做的饭不利于他瘦身。吃草就能瘦身吗？那牛咋不瘦？吃饱喝足后才想，还有一封京城寄来的信没看。信件打开来，入目就是阮宝珠满腹戾气的字迹。亲爱的堂姐，你在乡下过得还好吗？我不太好。阮线线一看乐了，知道他们过得不好，他就放心了。阮宝珠在信纸上大骂特骂，说他不仅害得大姑离婚，小姑被辞退，更私自给他报名下乡，把爷爷气得病情又加剧了。你给我报名下乡也没用，爷爷指明大姑跟野男人生下的尖生子替我下乡，甜甜估计这辈子也回不来了。我记得家中姐妹阮宝珠自幼跟大姑生的甜甜关系最好，两人臭味相投，以欺负我看我笑话为乐，这才爆出不是亲生就一口一个尖生子了。信的最后故意问他，有钱在乡下是不是也吃不到好东西？现在是不是正在嚼干粮饼就凉水呢？阮线线看看桌上有鱼有肉的3菜1酒，没人笑了。这封信应该是我还在火车上就已经寄出的，想想喝尿的阮宝珠，这回应该发病了吧？
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感受相通的人，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那我推荐 Soul。哦，小丫头不学好，搁这瞎看什么呢？这个两脚兽长着一副不聪明的样子，好好蹲那都能摔地上。二大爷知道树后边的野鸳鸯是谁不？一声二大爷喊得黄鼠狼极为熨帖。你说里面那个他，村里有名的俏寡妇不知道吗？爱家媳妇，当年还是城里嫁过来的，可惜结婚没2年，当兵的丈夫死在外边，家里死活不同意大归，这不就这样了？大归指的是已婚妇女被夫家休弃或者丧夫后永归母家。你多大了还用大归这词呢？说话就说话，别戳我尾巴。多少年不记得了？没有这个村时，我就在这片山里了。哇，那不是活了很久？你岂不是这片山旮旯的老祖宗？怎么样，叫声二大爷不吃亏吧？还有你不懂，后山里真正的活祖宗多了，光这村就有个比我辈分大的老乌龟。那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宝物吗？话说你们两脚兽的世界真奇怪，这女人死了丈夫不能独活嘛，非要回什么娘家？这就是转移话题了。我觉得也是，男人到处交配叫风流，女人就叫不守妇道。请问修炼妇道可以飞升吗？嘿嘿，我可以。说完抓起小石子准备朝树后丢。你想干嘛？打野鸳鸯啊，外面多冷，找也不知道找个安全点的地儿。很快黄鼠狼算看出来了，担心是假，他就是单纯的坏。一人一小动物蹲在原地唠起来，直到软线线同志，请尽快到大队部，有你的电话。哎呀，看我这脑子，差点忘了自己干啥来的。京城医院来电话，你爷爷还真要卡了啊！他每个月不死几回，隔壁母猪饭都吃不下。大队长，待会那边再打电话过来，你就说我听完爷爷重病的消息昏倒，也被拉去抢救了，好吗？那不行，去抢救你不能自己说，俺可不帮你编瞎话。知道我爷爷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死几回吗？就因为他从不帮人编瞎话。两人对峙之间，电话又响了。这货一副你不接我也不接，非让我接电话，坏了可别找我赔偿的欠扁表情。喂，对，平头大队，你找阮线线啊？他说听完爷爷重病的消息，自己也被拉去抢救了。电话那头沉默良久，大队长喂了几声什么？您让他好好治病，好好养身体。好，我一定把这话带到。说吧，为什么不想接电话？我知道原因，那头再来也好帮你应付。我爷爷有儿有女，住院不找儿女，却找断亲下乡的孙女，还能为啥？想要钱呗。走吧，摊色不早，我送你到知青点，也该回家睡觉了。大队长，你这手电哪年的？还没月光亮。最后一次执行任务，用重伤换回战友1条命，组织奖励的。那得有5、6年了吧？大队长，你见过这村里的野鸳鸯吗？话题转换的太快，向红军险些跟不上，加快了脚步，把这货送到知青点，扭头就走。刚走几步回头，看着站着目送自己的阮线线，心又软了几分。你来插队前，咱们县发了一场洪水，河坝被冲毁一段，上面正在紧急加固，你们做好随时支援的准备。他现在被顺利抢救，回京给阮老头奔丧还来得及吗？为了后续不影响各位观众老爷的观感，小编先在这里糊个口。本期视频是由 Soul App 独家赞助，把 Soul App 当做你的树洞吧。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和委屈，都会被 Soul 上温暖的回应接住。Soul 会帮你找到跟你经历相似、感受相通的人，你发的每一条瞬间都可能得到懂你的暖心回复。想要心事都得到回应，那我推荐 Soul。剩下的48块在这里，阮知青，那钱是怎么回事？我们到底拿没拿？你自己心里有数。希望你别继续把人逼太狠了，容易鱼死网破。这不是威胁，善意提醒。我心里没数，要不还是去问问公安吧，他们那里有没有数？说完，身子前倾，掀开被子，按下暂停键。哟，还有录音机，很好，充公抵债了，抵10块钱。不行，那个不行，录音机是我借的，录音机绝对不行。这可是我忍受2流子上下其手，被摸了一个便才从村赖子手里借来的，这是他娶媳妇的聘礼，一旦弄丢，自己不是要嫁给好酒豪赌打爹骂娘的二赖子了吗？求求你不要，我不想嫁给二赖子。债没还清啊，他当然不会让这个掌中宝嫁出去。不抵债也行，债不低公低。从明天开始，你们5人需要拿满公分划拨到我账户。什么拿满公分？平头大队满公分，男人10个，女人8个。阮线线想累死他们吗？不想干也行，录音机我拿走了，虽然是债主，但我可不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债主，全凭你们自愿。我干，我自愿干，满公分划拨给你还账，行了吗？折腾这一天，倾家荡产又饥肠辘辘的5人彻底萎了。明天要拿满公分，我们吃点东西吧。背篓里还有山上采来的蘑菇，清水煮一煮，吃了怎么也比饿肚子强。其余4人没意见。叶国正想提着背篓进厨房，蘑菇不能吃哦，蘑菇明天要拿到供销社卖了换钱。你们这么馋，钱什么时候才能还清？
人都快被你玩坏了，一牙一叶顶级毛尖，来尝尝。阮线线不懂茶，只感觉入口甜润爽口。对了，你们两个会英语吗？我接了个省城的活，给外宾当翻译，食宿全包，1天10块。现在正在跟那边谈好，大概还有奖金。你们英语不错的话，到时可以一起去。左右这次不会只有他一个翻译，与其是别人，为什么不能是小姐妹呢？英语我会啊，什么时候去？接待外宾跟公费旅游有什么区别？我们什么时候去？明天就去吧。阮线线没猜错，目下全能。接待外宾跟旅游还是有区别的，外宾挺高傲，还嘴欠，要忍住脾气，不能打。说完，两人都笑了。外宾挺高傲，还嘴欠，要忍住脾气，不能打。说完，两人都笑了。说什么呢？这么热闹。阮线线又说了一遍去省城当翻译的事。楚叔叔有兴趣吗？要不要一起？我记得你英语骂人特别溜。好啊，许久没跟那帮人打交道了。看着楚离，突然想起以前他中2时期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想什么呢？笑得这么开心。顶着楚叔叔杀人般的目光，他当场学了一段楚离的中2发言。未来政坛必有我楚离一席之地。姓阮的，忘了你堂妹当年怎么被我打得满脸开花？你也想试试？看不出来啊，你还打女人？没有，我打的都不是人。何止，他连老头都打。打打闹闹的氛围中，一旁的陈招娣终于鼓起勇气开口了。我口语不好，书面还可以，能一起参加吗？生在父母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陈招娣性格敏感又自卑。阮线线看着这个同病相怜、前世给过自己温暖的妹子，笑着开口了。好啊，明天也要进城，我打个电话问问，如果需要就一起去。我的建议是，需不需要都一起。阅历对往后余生很重要很重要，领导不会介意多一个免费帮工，当然我会帮你争取。谢谢你，线线。嗨，口语而已，我那里有英语磁带，待会把录音机借你，多听多跟读就会了。有不懂的地方，下工可以来问我。陈招娣被原生家庭伤害到鲜血淋漓的心，正在逐渐被友情治愈。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对我这么好，我听了温柔挑唆，曾经悄悄在心里怨怪过你们。不用说了，我都懂。你能说出来，证明已经想通了，我很高兴。交友如此，何其有幸。线线，你看我们有没有一点翻译部雏形？翻译部做什么？让我楚叔叔努力点，早日做上外交部大使，带着咱们去国际上大杀八方。这个主意好，去国际上杀的洋鬼子跪下唱征服。征服是什么？就是跪下大声喊我服了。服了没用，他们得花钱，花多多的钱，最好底裤都不剩一条。众人大声附和，看着恨不得把敌人底裤扒了的3个女孩，楚离扶额。我努力。那么我宣布，征服小队正式成立，距离目标我们只差一支保驾护航的军队。次日上工，半个知青点向大队长请假，说上城里卖蘑菇，向红军知道这几人急于还钱，刚想点头答应。请什么假？进什么城？中午抽空去趟公社，把蘑菇卖了，赶紧回来，记得满工分。大队长，他们不需要请假，我需要。你又想做什么妖？去买点修河堤需要的装备，顺道给领导打个电话，有正事要谈。什么装备不能在公社买？什么电话不能在大队打？滚滚滚，快滚！好的，您嘞。不知道这个滚是让他滚去公社，还是滚进城，反正他全当滚进城来理解。我说木姐姐，看你也不差钱，不能自己买一辆车吗？想买没票，要不你给我弄一辆，我给钱。阮线线干脆不骑了，3人正准备推着车溜溜达达进城，风白那辆熟悉的绿色越野出现了。风团长，我要进城给一位姓风的老领导打电话，可以捎我们？不顺道，没有时间。阮线线有些奇怪，3人都没太在意。等到3人进了城，阮线线拨通风老的电话，得到的回复是人不在。本想着能不能借提前熟悉工作的名义进省城，躲过修河坝，人都不在，看样子计划是泡汤了。躲不过，我们去买点装备吧。现在不比冬天能踩在冰面上，脚到小腿长时间浸泡冰冷的河水对身体不好，我们需要防水布和胶皮鞋。等到3人买好东西，阮线线回到房间整理东西。系统没有炉子，商城有吗？他觉得没有炉子很有必要，既能煮东西又能保暖。到了河滩可是要睡帐篷。有，你自己买吧。我说线线啊，你已经很多天没有赚钱，是不是懒惰了？等着，这次修河坝回来，爸爸给你赚外汇。这话系统不太认同。我才是线线的爸爸。大雨来得很快，第2天大队长就收到通知，带着队去治理河坝。哟，才来这么点人，俺们村可是8个村都来。小大队长果然是对组织号召最为积极响应。这话说的老阴阳人了，60岁老人和15岁半大娃子都带来了。你是想给村里减轻负担，顺道再跟县里卖一波惨？
老师，这么多年你还是关不住自己那张爱胡说八道的嘴。抗洪过后县里开大会，到时候你不要因为被点名阳奉阴违而无地自容就好。我们走，抗在强晒多么光荣的事，倒成了你向红军计较得失的工具。少跟这种人接触，思想不正确。向红军看着自己带出来的壮劳力，问心无愧。救急救命的事，不是人多就行。武器随身带好了吗？带好了，带好了。真正唯一的第一线有军人在顶着，我们的工作大概率就是搬运石沙，不算很危险。我有经验，待会全部听我指挥。二女乖乖点头，都觉得这一刻的木下飒爆。可惜在大自然面前，英勇的三人在河堤被成功堵住的时候，多光荣病倒了。宿主，你没事吧？不太好，脑子有些昏昏沉沉。我这是怎么了？宿主，你这是精力消耗过度引起的高热，商城有药快买来吃。你现在就是驴粪蛋的表面光，坦克救急没能要回来钱，可不行再这样了。阮羡羡买了颗强效退烧的，刚想倒水服下，就看到一旁正双眼紧闭的陈招娣。他这是怎么了？还有木下呢？你病倒后，陈招娣腹泻，刚刚开始木下上吐又下泻，这回应该在茅厕。阮羡羡点了点头，服下退烧药后就走出营帐。烧还没退，怎么就起来了？也还好你醒了，大夫看过药也吃了。我估摸你再不醒就要拉去医院打屁针，让您担心了。滚回去躺着闷汗，天天活不干，上个河工还给我搞这一出。说罢再不理他，走回风白镜前叹了口气。你看见了，这几个女娃刚来乡下都不是干活的料，柔软又可怜的，要不让他们先回，带下去指不定没了半条小命。可怜楚楚，真正的小可怜可不敢在杀完人后那般安之若素。我知你也有难处，这后门不好开，都来找上你开后门也是麻烦。知道还说，也不为难你，给这仨不省心的换个工种。你看给老王这个医生忙的脚打后脑勺，让这仨过去给打下手也行。风白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抬步走到阮羡羡近前，上下打量。还能走吗？阮羡羡心咯噔一下，确定了，这厮想趁他病要他命。农场管事的死因应该有了一定进展，他被锁定为嫌疑人了，现在是要趁他病从他嘴里问出点什么。于是，在大队长无疑又督促的眼光下，阮羡羡任命跟上。知道我支开旁人带你过来的用意吗？知道，我叫阮羡羡，京市人，今年18岁，响应组织号召下乡建设农村，尚未婚配。你呢？据我调查，阮同志钱财并未丢失，为什么要诬陷同好战友？一个家族弃子犹如一叶开窍，不仅短时间内将欺压他的阮家折腾得人仰马翻，更在下乡第一时间营救即将被迫害的奶奶。是谁给他提供严凤华会出事的情报？同好战友，战友可不会联起手来又偷又抢。又偷又抢，不是你先设的局，整天背着一包报纸在村里闲逛。风白，风团长，风大厉害，你以什么立场来质问我？一定要我丢了钱后亡羊补牢，又或者千日防贼才是正确做法吗？满嘴谎言，顽劣不堪。是呢，但与你何干？就在两人你来我往斗嘴的时候，带病上阵的阮羡羡突如其来一阵晕眩，脚下一踉跄，倒在了风白怀里。就在这时，团长，这是项目组那边新提交上来的修复方案，您要不要报？抱歉，打扰了。不是，我在审问迪特。迪特，我吗？我阮羡羡，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竟然怀疑我是迪特，你眼瞎了吗你？据我调查与得到的消息，你跟过去的性格差异很大。是谁向你透露张茂会对严凤华动手的消息？张茂就是那名被他反杀的农场管事，这是一个语言陷阱，他没嘎过人，不应该知道张茂名讳。果然，男人就不应该长脑子。这时，系统突然出声：羡羡，这边建议您把他条理清晰的脑子换成恋爱脑。阮羡羡琢磨着系统的建议，脸上不忘摆出困惑的神情。谁？张茂是谁？4月13，我曾在这片河滩见过你，当时你正巧从齐国富的帐篷里走出，且鬼鬼祟祟。阮羡羡呼吸一滞，那日他果然见过他，又怀疑他是迪特，难怪死咬着不放。玩味兴起，阮羡羡忽然将脸凑近。羡羡，他看你的眼神不清白。男人这种生物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都会分开思考，端看他们想用哪个。不是怀疑我是迪特吗？你摸，我脸上有人皮面具吗？风白鬼使神差，将手附了上去。摸够了吗？抱歉，没有人皮面具。风团长现在相信我清白了，你说的顽劣我认了，毕竟我就是一个心眼小又狎自必报的女人。但风团长也别忘了，我生在5星下，长在军属大院，从小生活的环境与学到的知识已经刻在骨子里，永远也不可能干出背信祖国的事。有证据你来抓我，没证据就劳烦门缝里看人的风团长再不要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这很烦。将最后一根事后烟碾灭，风白长长吐了口气。就凭张茂这些年仗着农场管事身份肆意敛财，欺压犯人，逼良为娼，百死不能赎其罪。农场一事就到此为止吧。刚想离开，一道道声音传来：他怎么还不去死？兴兰的是周扒皮吗？他竟然让咱们上河宫也拿满工分。这种危险的地方，稍有不慎可会要人性命。羡羡他如果永远留在这里就好了，我们也不用因为还钱再过生不如死的日子。不如
这种地方。住嘴！你们忘了那3封认罪书了吗？还有他说过，就算死也不会放过我们。劝你们早点打消这些不实际的念头，我可不想陪你们吃花生米。说完大步离去，其余4个怕他去阮宪宪面前告小状的人赶紧跟上，待人彻底离去。风白叫来警卫，直指5人，明天安排这几个人去挖河、疏浚河道，还有统计昨夜有多少人淋雨生病，会做饭的插入炊事班，不会的也尽量安排些清闲工作。花了2块钱开启系统直播的阮宪宪不禁跟系统一道松了口气，恭喜宪宪糊弄过关，以后可要更小心了。阮宪宪痛定思痛，回想自己重生以来都露出过哪些马脚，普通人可能察觉不到什么，但这些事加一起，呈到风白面前都是破绽。童子，我们以后离他远一点，那男人嗅觉太敏锐，尤其是在心理博弈上。刚刚回来路上遇见悲催5人组时，宪宪你是故意言语刺激，把他们赶到风白那边的吗？你怎么确定风白会出来抽烟？事后烟没听说过啊，我也没那么算无遗漏，就是赶过去试试，遇上了是助力，遇不上就算。好心态。胖女娃子被人堵住，开口就要求和他处对象。胖娃子一个泰山丫头，求生欲拉满的小混混，自然就把背后之人给卖了。你就是李红花，我就是李红花，怎么了？来人啊！平头大队打上门了。等到阮宪宪赶来，就看到李刚举着锄头，朝着状态不好、反应不过来的木下头顶砸去，千钧一发之际。用锄头砸人脑袋，你是想赶人吗？前方的军人在冒死填补河道，你竟然在后方偷袭杀人，是要寒了谁的心？领导呢？这人是哪个村哪个公社的？还不上来？几个人跟我一起制住这个赶人犯，将功抵过。等到众人把李刚制服住，阮宪宪开口了：“说说吧，怎么回事？”你看他这猪头脸，还像是能说出话来的吗？阮宪宪眼瞧李刚不语，又假模假样把矛头指向木下。那你来说。对上闺蜜精亮，好似在说快诬陷他，姐给你做主的小眼神。木下蓦地就笑了。李刚及其家人串通2流子，欲对我实施强奸抢劫。3道沟村民只是受到李家人蛊惑才对我出手，我想他们不是故意拖军人后腿，是非不分，特意制造麻烦。李家派来的人就在里面，被我打晕，去几个人把他们抬过来泼醒，就知道我句句属实，绝无虚言。不用去了，人已经带过来了。阮宪宪还是第一次看到面无表情、全身释放着低气压的楚离，顺着楚离目光看过去，就看到人群中同样耀眼的木下对他楚叔叔浅浅笑了一下。这一瞬的阮宪宪福至心灵。是李家人大队长李刚的闺女李红花瞧中了平头大队知青点的楚离，可楚离天天都和一个胖女在一起，于是李家承诺帮他们找一个平头大队，名叫木下女人的麻烦就帮我换去养牛的。了解了前因后果的风白把那地痞带走，临走前还警告了公社主任一言。等到热闹散去，阮宪宪回到自己的帐篷，发现切好的土豆丝和面糊不知道被哪个黑心肝的端走了。谁拿了我的土豆丝？最好自己交出来，别怪我丑话说前面，待会让我找出来，咱大家伙都难看。无人搭话，住在知青点隔壁的钟婶子丈夫憨憨挠着脑袋，手里捏着一小把野菜走来。闺女，吃食让人端走了，我还真没留意谁来过你这边。你钟婶让我看着点儿，这把野菜你先拿了吃，对付过今晚。好嘞，王七叔，是荠菜啊，正好我们带了条猪肉，今晚包饺子，待会出锅给您送去些。早知道那饼子我不吃了，没准也能换回来盘饺子，我这心痛啊！闺女，我刚刚看见沈梅花搁你这溜达好几圈，没准你那吃食就是让她拿走的。婶子，你说看见沈梅花搁我这溜达，没准吃食就她拿走的。你这孩子，我也是好心，咋这大声咧？婶儿，刚刚不说这会是想来假好心，还是真占便宜？您自个心里有数。溜了。话说，你就这么轻易放过那李什么红花了？不然呢？杀又杀不了，洪水过去把地痞交公安，李家自然跑不掉。那你呢？如果换作是你呢？黄蜂和浪蝶各打一顿，再把狗男人扔了。有爱慕者不是他的错，但让爱慕者舞到我面前，一定就是他的错。放着天底下这么多男人不喜欢，偏偏喜欢有妇之夫，那一定是那个男人给了对方不该有的信号。不拒绝，不理会，何尝不是一种放纵？就跟那地里的杂草一样，发现第一时间不拔掉铲除，就是任其疯长了。阮小宪，几天没挨打，你在传授什么邪教观念？有人扎心了，别以为咱俩认识更早我就向着你，有本事招惹桃花，没本事处理的不是存心就是无能，知道自己招眼还不找块布把脸蒙起来，搞什么清冷不问俗事那一套，还不是让枕边人帮你掐桃花，带你受过。楚叔叔，这样下去将来可娶不到媳妇。说了这些，以为楚离会生气，却见他只是若有所思。叔叔知道了，以后再不会了。男人只是拉了一天屎，刚回来就听说惹祸3人组又干了一架，又看到3个裹满纱布的粽子站在自己面前。
你们这样需要通知家里来领尸吗？一句国骂都到了嘴边，身后传来一声嘶吼。我玉米粒子呢？我家男人呢？我那存了3个月的5毛5分钱呢？哦，我儿子竟然会藏钱了！说是不是你们偷了我的粮盒钱，还让你家的鹅在我面糊里拉稀？这么多人，我不偷不抢，为什么要偷你的粮盒钱？一定是你搞错了事儿。还不是因为昨晚顺走你1盆面糊和1菜板土豆丝，你就是蓄意报复。你竟然偷了我的面糊跟土豆丝！大队长，您亲耳听见他偷了我的吃食，还请大队长做主。还回来！沈梅花，大队少你吃还是少你喝了？竟让你老脸都不要，偷几个知青的吃食，不然就跟你男人留在这一职上合工，直到把东西还回来为止。我还就是，但他们也必须把从我这里拿走的钱和东西还回来。没有呢，婶儿，你肯定误会了。只怪沈梅花自己嘴快秃噜了，人家小知青可比她聪明，一套就套出来了。最后沈梅花只能咬牙硬着头皮赔了3个土豆半斤面粉，打发走老师金。接下来就剩面前这仨最不省心的，这是受伤了。这伤他们本就是装来偷懒用的，于是他选了个折中的说辞：小伤都是小伤，我们重体力活干不了，打下手还是没问题。直觉这老货笑得太阴险，小心无大过。有这脑子和敏锐的洞察力，干点人事不好吗？哦，这样啊，也不是什么大事。昨晚省城来电话，说是跟阮同志约好，叫你去省城帮忙。本打算今个就叫你回去开始准备，看你这伤的不轻，大概率是去不了。今天就能回大队，那昨晚他们浪费的纱布算什么？为组织做贡献是我们知识青年应做的义务，带伤上任我可以。得嘞，有你这句话就行。你们3都去炊事班帮忙吧，还有省里叫你1周后去报道，熟悉一下厂子与产品。我本来都想叫你回村准备了，既然你说能坚持带伤上工，那就请吧。阮宪宪敢拿沈梅花的脑袋发誓，这老逼灯从始至终压根没想放他们这么早回去。说这些故意气他，不过是看自己天天给他添堵，也想笃信一下他罢了。既如此，是吗？我这次去省城，还想万一捞回点功劳跟大队共享呢。看大队长如此正义凛然，想来是不要的。社牛的阮宪宪凭借着一手好厨艺，用1份卤肉浇头就收买了全营地的人，端上铁饭碗，成了后厨安排餐单的负责人。为此拿着鸡毛蹭上了去县里采买的专车。好厉害！推动这个把手踩油门就能加速了吗？如果急停，需不需要换挡？叔，讲解途中还能把车开这么稳，一看您就是老司机，怪不得领导分派任务时眼神第一个看您。这算什么？老子当年可是开坦克的，这你同志可真会说话，就该让自家大闺女跟人学学，省得那张大笨嘴天天气老子。一个敢教，一个敢学。河滩到县城的一路上，阮宪宪理论上已经学会开车，就差实践。现代走过一遭的他，岂能不会开车？英语有奶奶严凤华教授，总要为自己的驾驶技能找个出处，这不大好的机会送上门了。叔，我下周要去省城参加重要工作，有点细节正需要请示领导，前面邮局停车，我能下去打个电话吗？领导你好，我是阮宪宪，咱们在火车上有过一面之缘，有幸担任了您1天的临时翻译，您还有印象吗？哦，是你啊，丫头，前2天林瑞聪给你去电话了吧？准备啥时候过来啊？这开心讨好的声音恶心的身边男人全身一个机灵。哎呦我去，往哪弹往哪弹呢？你他爹的给老子梳小辫不够，还拿橡皮筋弹我脸，我你大爷的就后悔当年生你时怎么没把你塞尿桶里，不当人子的狗东西。阮宪宪看了看表，骂半分钟了。那头提醒了一声，封广才想起再打电话。魏宪宪啊，还在吗？喂！直到对面喊了3声喂，阮宪宪抱歉的声音传来：不好意思，领导，有个路过的老奶奶假牙掉了，我帮她追假牙去了。您刚才说啥？追假牙去了？那就好，那就好。这个点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是这样的，领导，咱们省城翻译工作还缺人吗？我这边有一个书面，3个口语高级，他们听说能为黑省的经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都非常积极踊跃的想要参与。这不托我来跟您问问。你把4人的户籍信息说一下，我派人查一下正事没问题，就叫人跟你一块过来。阮宪宪如数把征服小组人员的基本信息上报，那边刷刷的记录完后，你那边没什么事后，尽早过来熟悉一下业务。咱们这次组织一个小型交流会，参与厂商囊括各行各业，电话里说不清楚，再具体的等你过来，这边有负责人接驾。风爷爷，我被刁难了，暂时恐怕去不了，我争取吧，争取不耽误您这边的正事。谁敢在这时候刁难你？一个叫风白的团长，他怀疑我是敌特，言语恐吓，又把我调到炊事班派人监视。您说他想干什么？钓鱼执法吗？你说谁刁难？风白？对，就是他，不好好治水，天天盯着我。您姓风，那风白也姓风，真是同姓不同品。风广脑瓜子嗡嗡的，耳朵里尽是女同志告小状的控诉。对方说的真是他那武力拿脑子换的大孙子。直到电话挂断，他坐在原地半
上回过神，怒气冲冲拿起电话想打给谁，被对面的公野一把按住。多大年纪了，情绪还被小同志牵着走？到了我这把岁数，还不能随心所欲，不如别活了。说说吧，我那蠢侄子又干什么了？刁难女同志可真出息啊！公野，风广的老来子，随母姓龚，靠在椅子里，一双大长腿随意舒展交叠，似乎想到快有1年没见过的大侄子，唇角勾起来的弧度锋利又瘆人。小野你罢了，他也不算刁难女同志吧？这头白菜8成是想拱猪了。拱猪？你确定他那情商能成事吗？一个2个都不省心，不知我何时才能抱上重孙？想抱重孙，光靠风白那小子这辈子估计都难，不如你早点死，重新投胎，自己给自己当重孙。狗东西，不孝子，当年怎么没让我死在那帮人手里是吧？让你失望了。不是小野，你知道爹从没有那个意思，你还是继续给我梳小辫吧。公野似乎也失了兴致，说吧，大老远把我从京城叫回来，你最好有重要的事。风广知道儿子这时又不高兴，他欠了他的，不愿触他眉头，抬手拿出一份机密文件，看看吧。前不久大雨，一头从江里跑出来的大家伙，不知怎么顺水去了平安县，现在那头老龟还被困在河岸附近，堤坝都被他撞出一条大裂缝。除了咱们爷俩近1年没见想你了之外，叫你回来也是处理这件公事。公野一目十行，快速浏览。露在外面的龟甲长度约18到22米，全长约等于28至30米，咬合力不详，冲击堤坝的手段为撞击，0至下等。你们想我怎么处理？杀了？杀！你脑子里除了杀就不能想点正常？在这逆子看似笑着，实则冷漠无情的目光注视下，他的声音慢慢小了下来。例如从哪来送哪去什么的。爸，先不说这样一个体重在10吨之上的巨型生物，我要怎么把它弄回去？就不担心你儿子不小心丧生龟口吗？就你个局里公认状都告到我这里的杀神会丧生在低灵智的巨龟嘴里，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去哪？去给您老收拾烂摊子，顺道再去看看我的好大侄和未来侄媳妇。